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欢迎来到今天的 WordPress 网站设计课堂。这次的话，我们来一点实在的。今天我会教大家打造一个既专业又好看的 WordPress 网站。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教程的话，不需要你懂代码，不需要你懂设计。这个过程的话，我们会使用免费的主题，来使用一些网站构建器，那可以轻松的拖拽布局我们整个网站。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你不仅可以拥有你自己的公司网站，或者说你的个人网站。当你学会这些技术以后，你没准还可以开一个专业的设计网站的公司都没有问题。步骤的话还是非常简单。那我会分享专业的设计的一些技巧。做这个网站的时候会用到很多素材，大家不用担心，所有的素材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会放在我的 Google 网盘里面，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大家可以边看视频，然后打开视频下方的链接，跟着我一起操作就可以了。那我们做这个网站，不仅在电脑上看起来非常漂亮，我们的手机上，在平板电脑上的话看，依然的话没有任何问题。首先，我们来大概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的整个结构这个是我们的网站的首页顶部的话有我们的导航栏，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的设计我们的二级菜单，也就是我们的下拉菜单。最左边的话是我们 logo， 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导航右边的话你可以填上比如说你是做企业的、做公司的，这里可以留你的电话号码，那你留你公司的微信，或者说留的企业邮箱。这里有个搜索按钮，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整站的搜索。右边这里有个联系我们，点一下的话，它可以跳转到联系我们的页面。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轮播图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公司的一些产品，还有你们的公司的 slogan 可以放到这个位置。下面的话可以来一个关于我们，这关于我们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你的公司、你的团队你们的实力等等。这里的话会有一个主页灯箱的效果，这里可以填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你公司提供哪些服务的一些关键词，你都可以填到这里。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作品这个区域，你可以展示一下你们公司的作品。往右边拉的话，你可以显示更多的作品。等一下我都会教大家怎么样来做。这个位置有一些公司的数据，抓下给大家看一下，它会从0开始变到我们最后的数据这个的话非常的酷。在这个位置的话，有一些我们的客户的一些评价、客户的一些反馈，那你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区域，让其他新客看到老客的一些评价。最底部的话就是我们的底部菜单，底部菜单有你公司的介绍，你提供的一些服务，你常用的链接。这链接的话点的话，直接的可以跳转到相关的页面最右边的话，你可以来一个，比如说邮件订阅或者说填入你的一个微信号都可以。最左下的可以填入你公司的地址、电话。随便点开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博客页面，我们这个网站的话还可以写文章。博客页面这就是我们这些文章。如果说你想看哪个文章，你直接点一下它会跳转到相关的文章的页面。从文章的页面的话，这些内容的话，你后期的话直接改成你的公司的一些文章就可以了。上面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成功案例，那你的服务，那你的公司提供什么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公司提供一个品牌设计的服务，我点一下品牌设计它会跳转到相关的页面。比如说你品牌服务你包含一些什么服务？比如说品牌设计、产品设计、广告设计上面都可以这上面的话都可以加链接。左下角的话你也可以来个联系我们，右边的话可以放上一张你的团队照片设计作品下面还有一些常见问题，你可以点一下，它会打开一个你可以收起来，也可以打开这些的话，等一下有风都会教大家怎么样子制作这个位置的话，可以来一个上一页、下一个，你点击它就会跳转到相关的页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在这个页面的话，那可以对你的公司的话做一个介绍，那你的设计师团队那你的客户反馈等等还会教大家做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联系我们页面的话，有一些你的公司的电话，还有一些客户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话进行一个提交文本的一个反馈。下面的话还可以来一个地图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公司的一个位置，它会直接定位到你公司的一个地址整个网站的大概结构的话就是这个样子，那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好看只要你认真观看完今天的一个视频，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和有风展示的这个页面一模一样的网站都没有问题。今天的话，我会把我压箱底的一些技巧全部都掏出来，保证让你学有所成。
那我们一共的话分4步来制作我们的网站。第一步的话就是搞定我们的域名和主机。域名的话就相当于有风这个网站。那左上角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 AI 有风.com、百度.com、Google.com， 那你需要有这个域名。而主机的话就是存放我们网站的这些图片、文字的地方。那你的网站，所有网站的信息都会存在我们的主机里面。那它相当于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家。那市面上的主机类型非常多，那有风测试了非常多。那我测试下来比较好的一个就是 Hostinger。Hostinger 它是第一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第二个的话性价比高的同时配置也非常高，它既便宜，功能又多又安全。而且如果说还有个有点对我们中国比较好的，它是我们中文。如果第一次进来你英文看不懂，你点击左上角这个 English， 那你把它换成右下角的那个中文就可以了。他们还有中文的一个客服，那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和他们用中文进行对话，非常的方便。整体的口碑都非常的高。接下来的话，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我们的网站主机，注册我们的域名。有风在视频下方提供了一个链接。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点击到 Hostinger， 那你可以获得一个20%的一个优惠。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现在可以暂停一下视频，然后找到视频下方链接，打开这个网站，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左边这里的话，我们先点击这里有个现在开始这个网站它提供了一个30天退款保证，也就是说30天以内你有任何不满意到时候申请退款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现在开始。它的套餐的话，一共提供了3个计划。我建议大家的话，选中间这个计划，它这个商业计划就可以了。商业计划的话，它所有的计划的话都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你如果购买它1年，它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也就是说，第1年的话，域名你不用给钱。那你可以第1年可以免费，比如说像有风这样 AI 有风.com， 这个域名按道理来说它是需要收费的，但是如果你购买它1年的一个主机服务，它第1年的域名的话它就不收钱了，后面的续费的时候第2年续费才收钱。域名的续费价格的话，一般普通的域名1年的话也就几十块钱，非常便宜。我建议大家选择中间这个28.99每个月这个。它里面的话可以存放100个网站，它和这个21它们的区别就是存储它是用 SSD， 那这个28这个的话它是用你 NVMe， 这2个存储的区别就是一个网站的加载速度，后面这个加载速度会比前面这个会快很多，而且存储空间的话它也有200GB， 第一个的话只有100GB， 它有免费的域名，我刚才说了，购买年度。它可以免费自动迁移。如果说你在其他地方有注册网站，它可以免费帮你迁移过来，还有免费的一个电子邮箱服务的话，你可以用你的域名作为后缀，作为你的电子邮箱。还有我最喜欢它这里有个功能叫做一个每日备份大家知道，如果你做一个网站，每日备份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昨天你刚好写好了很多文章，你的网站更新了，万一你的网站被攻击了。因为它有每日的备份，那你可以在 Hostinger 的后台一键点击一下，它就可以恢复到你前一天的备份。第一个计划的话，它是每周备份21这个每周备份，也就是要等1个星期它才可以自动备份。我建议大家选这个每日备份。还有的话，它有这个 WooCommerce 优化。如果说你的网站要做一个电商网站它会对我们整个电商网站进行一个优化。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 CDN， 第一个计划就没有。免费的 CDN 有什么用呢？它就是一个全球加速。如果说你的访客来自于美国它就会从美国调用数据，美国的访客就会访问更快。客来自于法国它会从法国调用数据，那么法国的访客他在法国访问的速度就会快很多。下面的话可以免费一键安装 WordPress 它内置了很多模板，还有漏洞扫描自动更新兼容性检查那些安全的话，它都做得非常的好。这里的话，它还提供了一个就是 WordPress 的一个暂存工具。暂存工具的话，就是在将更改发布到的网站实时版本之前，就是在你的网站发布之前，那你可以在这个暂存环境里面先测试一下你的网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你再发布。这个工具还是很有用。还有它有一个 WordPress AI 工具中间这个计划的话，它还提供了一个 AI 工具。AI 工具包括 AI 网页制作。AI 图像生成、AI 文案写作、AI 博客生成、AI 热点图等等，安全性方面呢做得非常好。它有增强的DDoS 的一个保护，恶意软件的一个扫码器，
还有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啊，这个的话非常好。还有网络应用防火墙，它这个价格如果说你在其他主机买的话，会贵很多，它这里面的话就会便宜很多。当我们选我们拉到上面了，我们选择这个套餐吧，中间这个最热门这个选择这个套餐。接下来的话，选择我们要购买的一个时间。因为做网站的话，你不可能说做1个月、2个月、3个月就能看到效果。做网站一般都是按年来计算，比如说做1年、2年、3年、5年。那你做的越久，你的网站权重越高，那你获得的一个免费流量的话就会更多。那这里面最便宜，你购买48个月，它还另外赠送你2个月。那他们前期的价格的话，这3个的话都是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在续费的时候价格有点区别，就是你购买48个月，你到时候续费的价格是64一个月，那前面24，如果购买24个月，到时候续费就是71，购买12个月，到时候续费就是85，就是你买的越久，到时候你的网站续费的时候就越便宜。那我建议大家的话，前期可以购买一个48个月或者24个月，反正它都提供了一个30天。一个退款保证，我们先来锁定一下这个优惠比如说我选这个48个月，那你通过有风视频下方的链接进来购买的话，你另外还可以获得20%的一个优惠。这里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或者说你在右边注册一个账号都没有问题。它这里的话提供了你可以付款方式很多。提供信用卡，那你可以用你的信用卡、支付宝、PayPal， 或者说用我们中国的一个银联卡付款都没有问题。那大家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支付宝付款就可以了。右边的话，这些信息的话，你可以先暂时不填你现在填也可以，把你的名字姓名地址都填进来。你通过有风的链接点进来，另外你还可以获得一个20%的一个优惠。你购买4年的话，一共才1100，才1000多块钱。我们算一下，1113，然后我们来除以一个4，相当于每年的话也就278块钱一个月相当于1年的话，你这个网站才200多块钱，那你可能每天抽包烟都要20-3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已经非常便宜，基本上可以忽略。选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提交安全付款，它提供了一个30天退款保证、加密传输、安全支付点击提交安全付款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当你账号注册好，下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进行一个登录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就是 Hostinker 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网站，点击这里有个增加网站，我们选择第一个用 WordPress 搭建。那为什么要选 WordPress？ WordPress 的话，它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网站的程序，几乎全世界有80%-90%、70-80%的网站的话，都是用 WordPress 这个程序搭建的。WordPress 它这个程序的话，内置了非常多的一个插件，还有一些模板即使你不懂任何代码都有市面上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一些功能都可以通过插件来实现来到这个页面的话，我们这里选择，比如说你的管理语言，如果说你是其他国家，你可以选择任何世界上主流的语言都可以。那这个是你后台的一个管理员的一个语言这里设置一下你的密码，填入你的登录邮箱，大家一定要仔细填写。那后面我们进入我们网站后台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邮箱，还有我们设的密码的要求，大家要设复杂一点。下面有要求，点击下一步。这里选择我们的网站类型这个类型无所谓，选哪个都可以。这次我们选中间这个博客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它会给我们网站里面的话预先安装一些模板进来因为我们等一下用不着它这些模板，所以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创建空白网站。如果说以后期你有必要，你想选一个模板也可以在这边的话，它还有个主题主题里面的话还有更多的模板，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选择。那这次的话，我们就选择最右下角用空白网站就可以了，因为等一下有空会教大家用另外一个更专业的模板进行一个搭建。这里它会为我们网站的话安装这些插件的话，我们暂时不需要，我们点击跳过。这里它问我们需要用人工智能生成博客内容吗？我们这里不需要，我们点击一个跳过。这里的话就很关键，如果说你购买 Hostinker 1年的域名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它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那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下你想要的一个域名，比如说我是乱搜随便搜一个搜索这个域名以后的话，下面会凸显相关的域名。这个域名的话，你可以先想一想，你要用什么样的域名
那这里输了以后，下面的话它会出现这个域名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的话，如果说你购买1年，那价格的第1年的钱你是不需要付的，第2年你才需要付，所以说它会赠送你第1年的一个域名。有风的话，之前的话已经域名我已经申领好了，我是这个域名，我点击一下它。如果说你的域名现在还没有想好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点击右下角这里使用临时域名。那你先用这个临时域名把网站建好，等你后面的域名想好了以后再去申请这个域名。那反正域名说实话也不贵，几十块钱1个月。但域名一旦申请它是不能改的，所以说大家在申请域名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名字想好。好，我们点击下一个，这个时候它会把这个 WordPress 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这里安装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可能需要2到3分钟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那 Hostinger 的话，它整个后台的设计对我们新手来说，说实话已经非常非常的友好了。即使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网站，也不懂任何的代码，你只需要跟着有风今天的操作，那你一样可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因为今天有风的一个操作步骤的话，会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我会具体到每一步的一个颜色，每一步的一个操作。那我之前的话已经预先把这些步骤的话已经全部都给大家想好了，大家只需要跟着我这些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那本期用到这些网站的一些步骤，还有一些视频脚本，那我会放在我这个网站叫做 ai-有风.com 里面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大家到时候可以打开这个网页来看一看里面一些具体的一些步骤。如果说你看视频有时候没怎么看懂，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安装好了，网站安装好以后的话，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有个预览网站，你可以先来看一下你刚才安装好的网站大概的话是长这个样子。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把网站做成像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网站大家不要着急，跟着我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管理面板，那它可以跳转到你的网站的一个管理后台。因为网站的话，它的网站的整个结构它分为后台和前台。那我们需要在后台设置好以后前台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展示。这里的话它已经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如果说你下次的话还想安装一个网站也很简单，你再点击左上角这个网站，这里再点击一个增加新的网站就可以了。它这个主机里面的话可以安装100个网站，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前期如果不是很懂，你可以添加网站多加几个来练习一下都没有问题。100个网站随便你玩右边这3个点的话，你如果说这个网站你不需要点击这3个点删除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方便。那下次的话你还想看你的网站安装好的网站的话，你点击网站都会显示到这个页面，这里有个管理面板一个控制面板。我们点击一下管理面板的话，它会跳转到我们整个网站的WordPress 后台。那你点击这个控制面板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网站一些，比如说我们网站它会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的网站的一个安全你的性能、你的主机套餐详情，还有一些你的数据库这些都会在你这个控制面板里面管理面板和控制面的区别就是这个。接下来我把 Hostinger 这个页面的话暂时关掉来到我们这个网站的后台。第一次进来的话，因为它这里默认就是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默认安装的一个插件然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仪表盘，我们点击一下这个仪表盘。这个仪表盘的话，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网站的后台。那里面的话，它会有一些网站的一些信息这上面的话，如果说你不想看到这个，你点击这个不再显示。这里面的内容的话非常杂乱，你想它干净整洁一点，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显示选项，那你把你不想看到的一些内容把它勾去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后台的话看起来就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插件，因为 WordPress 因为 Hostinger 的安装我们的网站，它会默认的话装一些，比如 Hostinger 它官方的一些插件这些插件的话我们不需要把它全部勾上。那我们点击这个批量操作，这里有个禁用，我们点击应用一下，把这些插件的话全部禁用掉，再把全部选中。但是最后一个这里有个 Lightspeed Cache这个插件的话，我建议大家把它留下来，这是一个缓存插件。有这个插件的话，它后期可以增加我们的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这个插件我们留下来，其他插件的话我们全部删掉。
勾选好以后，点击这里有个删除啊，应用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他插件的话会被全部删完。这个缓存插件的话，我们暂时先不启用。当我们网站做完以后，我们再启用。如果你现在启用的话，等一下你的网站可能不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显示所以说我们暂时的先不启用它。然后我们再点击这里用户，然后我们教大家怎么样改一下密码。点了用户以后，你点击这里有个你刚才注册装网站的时候这里设置的一个管理员登录密码，我们点击一下编辑。在编辑页面的话，你可以对我们的后台的话设置你喜欢什么样的后台样式，你可以在这里面点一下。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样式，我点一下喜欢海洋，选海洋。那默认的话是这个颜色，我比较喜欢这个午夜，我选的这个。这里有个语言，就是我们网站的语言，那你可以来设置一下。你网站语言的话，你可以设成简体中文世界上主流的语言都可以设置。那我们默认的话，我们就用这个中文。这里有个昵称，这昵称的话，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昵称比如说我这里设置有风公开显示为比如说有风这个昵称会显示到哪里来？比如说当我们网站你建好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作者，它会显示到这个位置。大概的话就是显到这个位置，就是你这个作者的名字。比如说我设置昵称有风，公开显示为有风。下面再往下面拉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密码。如果你想改密码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点一下设置一下新的密码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全部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下更新个人资料。那我们刚才设置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再点击左上角，比如说你这个站点的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来点击一下它它会跑到我们的网站首页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网站的前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页面的话是我们网站的后台。那大家看到最顶部的话会有一条黑色的底，那这个的话只是在你管理员登录的时候那你才看得到。那如果说访客进来，你可以看到顶部的话它就不会出现上面这个黑条的功能的话，就可以直接比如说点击左上角这个 W 你可以直接回到你的后台方便我们管理员设的一些工具。再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设置的话，我们选择常规里面的话，比如说你这里可以改一下你的网站的名字，这里网站的一个副标题，这个标题的话可以阐述一下你这个网站是做什么的这里就是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地址，它已经显示到这里了。管理员的邮箱这里你可以改，如果说你想把邮箱改一下，就在这个地方改这里有个成员资格，任何人可以注册。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那别人来你的网站的时候，也可以注册成你的一个会员。站点语言我们选的中文，你可以选的其他语言。还有这个日期的格式，你可以选一下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文章发布好以后，它这个显示的日期的显示方式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种中国的这种2024年8月11号。那时间的格式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上午什么的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保存更改。这些最基本的设置大家都需要来设置一下，不然你后面的话遇到问题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改有风说的非常的详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需要点击这个设置，这里有个固定链接固定链接的话我们一定要来设置一下现在的 WordPress 版本它默认的话就是这个文章名字这种形式，那我们用这个就可以了。这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这个后面带有问号 P 等于多少这种话是一个动态的地址，不建议大家。我们选用这个文章名这种文章形式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网站的模板，因为我们现在的模板的话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最终的话要做成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模板还是很重要。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外观，点击这个主题，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安装的所有主题都会显示到这里面不需要的主题你可以点击一下它，点击在最下面中间删掉就可以了后面这个我也不需要，点击一个删除。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新的一个主题。那 WordPress 里面的话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主题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点击这个安装就可以了今天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步骤来操作，因为如果说你随便安个主题，等一下你跟着我操作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你先跟着我操作，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知识，当你学会以后的话，后面的话这些知识可以应用到任何模板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今天先跟着我的步骤来我们要安装的第一个主题的话就是这个你好 Elementor。如果说你没有看到它的话，你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你好 Elementor。
那我们这里它默认显在最前面，我点击一个安装。安装好以后啊，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启用就可以了。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模板的话就应用到我们刚才这个了，因为刚才第一次进来我们是用的右边这个2024，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首页，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查看站填，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站点没有任何的变化，那没有关系，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插件，插件的话这里有个缓存插件，我们点击一下启用。因为有时候它这个缓存插件你安装好以后的话，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点击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启用以后的话，我们点了启用以后，我们再点击一下禁用。这时候我们这首页的话再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的话就变成了我们刚才安装这个 Elementor 这个主题。现在这个主题的话什么都没有，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一步一步来教大家来设计我们的一个首页。如果说下次大家还遇到同样的问题，比如说你已经安装了模板，但是首页的话没有变化，那这个缓存插件你可以点击一下启用，来禁用一下刷新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以往的话我们需要写代码让它来实现整个网站的布局。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些第三方的工具，比如说叫做 Elementor，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Elementor 的话，它相当于就是一个网页的一个搭建神器我们可以在左边的话拖动任何你想要的一些功能按钮或者图片的话，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那不需要写代码，直接进行一个拖拽，进行整个网页的一个布局，那非常非常的简单。那 Elementor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网站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工具。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就是它的一个。我们今天就要用到它这个工具的话分为免费版还有付费版。那我们今天的话只需要用到它的免费版的功能的话，就已经非常足够了。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 Price 价格，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Elementor 它提供的一些功能。前期你可能使用一些免费的基础版的话就已经足够用了。比如说后期你有更多更高的一些定制化的需求，那你可以来考虑一下它的一个付费版。如果说你英文不好，我建议大家的。这一步的话也不是很重要只是先让大家了解这些知识，在你后期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的一些功能如果说你英文不好，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一个沉浸式翻译。那你点击一下翻译它会把整个页面进行一个中英文的对照。这个 Elementor 它的一个付费的一些插件它提供了一些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有更多的一些运动效果什么字体弹出窗口表格功能会更强大，但是今天我们用不着，只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先来注册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账号。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的话，中间这里有个创建账号，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这个的话就是 Elementor 的一个后台。后期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可以在里面管理一些网站的一些功能这个就是这里今天的话我们先用不着，只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安装我们今天做网站需要的一些插件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网站的后台，我们点击比如说这些安装好完以后，这些有这些叉，我们可以把它关掉，然后点击左边这里的插件，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安装新的一个插件。今天我们会安装几个插件，那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我们第一个要安装的话就是这个 Elementor， 就是我们刚才注册账号的这个插件。那你直接在右上角搜索这个 Elementor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搜索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这几个插件的名字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直接复制过来也可以。这个第一个插件我们已经安装完，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我们需要的第二个插件。那我们搜索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叫做 Elements Kit也是这个，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好，这个插件已经安装接下来我们再搜下一个这个插件呢叫做 JEG Elementor Kit 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因为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会做一些比较炫酷的一些设计，那有这些插件，那你不懂代码的话，通过这些插件那就可以实现。那我们再来安装我们的最后一个插件，叫做 Meet Form， 就是这个 Meet Form， 然后点击一个立即安装，一个橘色的这个标，那这个是一个表单的插件。那有了这个插件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网站里面制作一些非常专业的表单。所有的插件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这里已安装的插件，我
们这里全选，全选以后只把我们这个勾去掉，缓存插件这个先去掉，点击一个批量操作，这里有应用，点击一下应用。好，应用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需要比如说我们这个 Elementor 先启用一下。Elementor 刚才没启用到，我们点击一下启用。启用也好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叉，把它关掉就可以了。这里会弹出它的一些页面，这些页面的话，我们先不管它再点击这个插件，这里已安装的插件，我们还需要进来启用一个这个J1G Elementor KIT， 这个的话我们需要启用一下。你要确保你所有的这些插件都需要启用比如说这个 J1G 这个插件，你必须要启用这个 Elementor 以后，它才能启用启用顺序就是先把 Elementor 启用，然后再来启用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插件已经安装完成。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进行一个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设计一下我们的网站。这里我们点击这页面，我们点击这个所有页面。这话这些里面内置的一些页面我们不需要，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移到回收站，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删掉就可以了。最上面这个我们点击这个叉把这些的话都给关掉。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新的页面，我们来制作我们的首页。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把个名字标题这里我们就改成一个叫做首页。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发布一下。我们现在制作好这个首页，我们点击这个 W。那我们需要来到这里有个设置这里有个阅读。阅读的话，我们的首页显示方式我们选择，因为它默认的话是显示最新的文章我们需要把首页改成我们刚才建的首页的话，我们需要点击这里一个静态的首页。那主页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首页就可以了。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然后我们现在点击查看站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页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首页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设计。接下来我们来教大家进行一个设计。点击左边这个页面，所有页面。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首页，点击这个编辑。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看到没有？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我们点击一下它。Elementor 的话，它就是一个网页搭建的神器我们可以拖拽任何你想要的一些按钮功能直接拖到我们网站里面来组合一下就可以搭建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不需要写代码。点击右上角这个叉，我们先把它关掉。左边的话就是我们搭建网站所需要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容器、网格，我们里面需要的一些标题图片文字编辑器这些常用的也都有。这是我们免费版提供的功能。下面的话，如果 Elementor 的专业版的话，它还提供了一些更多更强的功能。这种带有锁的话，因为它是付费版，你是用不了。如果你想用的话，你需要来到 Elementor 的官网，点击这个价格，这里有个配机，需要点击这个价格，这里有个配机网页构建器插件。付费以后的话，你才可以使用它这些功能。Elementor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话，用不了这些功能，只能说如果说你以后想实现一些更多更高级的一些功能，那你可以在里面来调用一下。这里大家新手可以先初步了解。下面还有一些常规的功能，比如说图标框基本图标计数器、推荐性进度条等等，里面内置的功能非常非常多。接下来的话，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些最基础的操作。比如说这边有个容器，我们可以把它拖进来它会增加一个容器进来。这个容器的宽度、高度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你看，你可以拖高、拖低这些都没有问题。你的宽度你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区域要多大，你都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还可以点击，比如说这里，我们这个容器的话，就相当于来装我们网页的里面所有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比如说我还可以拖一个标题进来标题的信息这里你可以改，这里可以改成你想要的所有的信息。这里你可以点击样式，你可以让它居中都没有问题。这里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个文本的颜色，白色、黑色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操作。在它下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再点一个加号，我们再拖进，比如说这个文本编辑器，文本编辑器里面这里内容左下角的话，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增加任何你想要的内容它的方式一样，点击样式，你可以进行一个对齐更改它的一个颜色这些都没有问题。排版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个字体的一些大小都可以。
还可以点击这个加号，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按钮，我们可以拖一个按钮进来。按钮的话，你也可以点击样式，让它居中啊。这个样式上面的名字你可以设置一下。按钮的话，我们这里还可以加上链接，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网站的一个首页的一个地址，任何一个文章的链接都可以加。复制一下它左边的链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下次别人点击这个就可以跳转。这里的话，上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区域，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地方，这里有6个点，我点一下它。这里有个高级，高级的话，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些编剧什么的，比如说50，可以看到它这个编剧的话会进行一个改动，比如说100距它左边、右边距离是多少，距离上下都可以，多少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删掉以后的话，如果说在左上角这里有个面包3杠，我们点一下它，这有个历史记录，那么可以恢复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一些操作，那你点击到哪里，它就会历史记录里面都有记录，你可以直接回到任何你刚才任何一步都没有问题这个历史记录非常重要。这些不需要的话，你直接比如说刚才我们只是演示，不需要我们点击这上面，这上面有个叉，我们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还是点击中间这里也可以点击这个加号，这里有个弹性盒，你点击一下比如说这里面有几种布局方式，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箭头向下这个箭头向下、向左、向右，左边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这里面的区别就是你里面放置的内容它会向下，或者说向左、向右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容器，比如说它的背景颜色，我们点击样式，样式这里有背景类型，我们选择经典，经典的话这里有个颜色，我们点击一下它。那你可以来设置一下你这个背景的话，大概的话是用什么颜色进行一个显示比如说我用这个颜色进行一个显示，然后我们还可以这些颜色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自由的更改，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颜色，还可以点击，比如说这个加号的在容器里面的话，它还可以嵌套容器，比如说里面再来拖了一个容器进来，同样样式的话，我也可以来更改一下背景，这里有个背景颜色经典，然后这里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它里面的为其他的颜色都没有问题这些的话就是一些基础操作，大家可以先跟着我操作一下。当你学会这些基础操作，等一下有逢后面讲到的时候你操作起来的话就非常顺畅，你可以边看我的视频边暂停一下来进行一下操作这就是容器里面又可以嵌套另外一个容器进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个长方形很小的一个长方形，那我们可以选中这个容器，那我们也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它会显示我们这里面嵌套的一些结构，比如说外面是一个主容器，里面是一个子容器，我们点一下它也可以选中它比如说我们选择中间这个容器，然后点击这个布局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宽度的话，比如说这里有个按百分比，或者说按照一个像素的话都没有问题，我们按 px 的话就是像素，我们这里可以设成150，你看它会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容器的一个大小，那你改成300它就是300，那这里的话你都可以进行一个拖动都没有问题手动输入数值都是可以的。最小高度的话你可以设置，比如说我改成150这里的话你都可以设置。那这个容器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我们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容器下，你看你可以再点击它，这里还是同样一个复制到容器，你可以进行一个复制。我们可以点击这6个点，然后选中我们最外面这个容器，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结构，可以把右边这个调出来关闭，它就会关闭，点一下它会出来你要确定比如说你要确保你选择是外面这个容器，点击这里有个布局的话，方向这里有个方向，我们点击向右，你可以看到它就会排成一排向下它就会向下，向右它就会向右。那这个对齐方式的话，我们可以选，比如说这里居中，还有这里来个副轴也来个居中它会进行一个居中对齐。它们中间的间距的话，我们可以改，比如说我们间距30，你看间距0这些的话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设置。那如果说我们箭头是向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会下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它的一个列，比如说50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上下的宽度改成100它就会离得更远。这里面的容器的话，我们还可以嵌套东西，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加号，
我们可以拖入一个标题进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也可以拖入一个按钮进来。这里的话又可以进行一个设置布局。整个设计页面的话都是进行一个拖转，而不需要写代码。这些的话就是Elementor 这个的话就是 Elementor 的一些基础操作大家的话一定要学会。不需要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叉的话直接关掉。相当于我们刚才的一些基础学习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正式来搭建我们的网站，搭建以类似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专业又好看的一个网站。在进行我们整个网站设计之前的话，我们需要来进行我们网站的一些全局设置，比如说控制一下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些字体字号，还有我们的字体的大小、字体字号颜色等等。当我们进行一些全局控制以后，那后面我们就不需要单独对每一个进行设置，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做网站的一个速度。比如说顶部中间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击一下它，往下面拉，这里有个页面布局。这里的话我们需要选一下，我们选择比如说这个 Elementor 全宽。我们需要先改成这个样子。右边这个结构你不需要的话，你点击左上角这个结构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来设一下我们全局的颜色。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颜色等等。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站点设置，我们点击这个全局颜色。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些主色调，比如说我们主要、次要、文本，还有我们摘要的一些颜色。比如说我们主要的颜色的话，我们就用一个白色，那么直接拖到最点部就是一个白。然后我们的次要的一个颜色的话，我选择一个黑，拉到最左下角就是黑，或者你直接输入6个0就可以，也没有问题。文本颜色的话，我们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 A9 ADB9 就是有点这种灰灰的这种低调高级的这种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效果。摘要的颜色我们点击一下这里，那我们是用这个叫做 C4EF17就是有一点这种绿色的这种感觉。因为等一下的话，我们整个颜色的色调的话会是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在全局里首先把这几个颜色的话先设置好。设置好以后的话，大家一定要点击这里有个保存更改，一定要保存。保存以后你刷新一下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点击这里有个排版，排版的话我们需要来对我们的颜色的话，比如说 H1、H2、H3、H4、S5、H5 我们的标题的结构的颜色，我们先来统一来把它设置一下。然后这个内容区块这个文本颜色的话，我们改成和刚才一样，用这个灰色叫做 A9 ADB9 用这个。我们点击这里有个排版，那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比如说字体大小我统一改成一个18，你可以看到我右边的话这里有个18这就是我们这个字体的一个大小。这里粗细你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400，那你看到900，你可以看到这个字的话明显要粗些。那一般的话我们选这个400普通就可以了。这里下面再往拉，这里有行高，比如说我们设成一个，下面的话还有个行高我们先设成一个28。大家的话先一定跟着我，全部跟着，因为如果说你第一次做，一定要每一步都跟着我操作最后的话你才可以搭建一个比较漂亮的网站当你熟悉以后，然后后面这些参数到时候你学会以后可以随便改。点了叉以后，它问你保存嘛，我们点击一个保存，一定要记得保存一下。再点击这个站点设置排版，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链接这一部分的一个颜色。我们这个链接的颜色，我们点击一下这里有个颜色，我们改成这个就是绿色。我们所有链接的话，如果说这个文字上面有超链接，它会统一显示为我们这个绿色。绿色的话叫做 C4EF17。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先把这个颜色的话存下来，下次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点击这个加号，那你可以比如说存一下，我这个叫链接颜色方便我们下次直接调用，不然每一次的话我们都来输很麻烦。下次你要用的话，直接点击这个颜色，这里我们可以比如说选择这个链接颜色，那就可以了。它和我们的摘要颜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可以选择摘要，也是没有问题。点击一下它。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这个 H1 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标题1、标题2、标题3。我们整个网站的结构呢，分为标题1、标题2、标题3、标题4到标题5，再加上我们段落，这是我们这个网站写文章的时候主要的一个结构。那比如说 H1， 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颜色，我们可以设置为它白色。排版的话，我们点击这个 B。H1 的话一般比较粗，比如说我们设成50。
字号的话，我们改成50，粗细的话，我们改成一个700。行高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下这个格式，我们选择这个 EM， 我们选这个 1.1。那大家先跟着我一起设置啊，全部设好以后，点击这个笔把它收起来。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的 HI。HI 的话，我们也用这个白色拖到最上面。排版 HI 的话，因为它小一点，这字号的话，我们就稍微设小点，我们设成一个40。粗细的话，同样我们可以用700。那行高的话，我们还是改成这个 EM， 还是用1.1。设好以后点这个笔把它收回来。再来设一下我们的 H3。H3 的这几个颜色的话都是白色。白色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或者说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选择我们刚才设置这个主要，它也是白色，直接也可以，或者你这里直接选白色，都没有问题。排版同样的点击在这笔，因为 H3 的话它会更小，所以说我们改成一个，比如说28。粗细的话就是稍微没那么粗了，选举600。行高的话还是选择 EM， 改成这个1.1。同样把它点这个笔把它收回来，然后切下 H4 一样的，我们点击这个默认，我们选择我们这个主要这个白色就可以了。这个排版的话还是点击这个笔。H4 的话它的字会更小，我们这里选择一个24。粗细的话我们同样可以选600。行高的话我们还是设成1.1，这里还是选择一个1.1。好，把它收起来。再来一下我们这个 H5。同样是点击默认，我们选择一个白色。点击这个笔，我们来排版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为。粗细的话，我们就选择400吧，字体大小默认就可以了。这里行高，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设成，比如说33px， 这格式可以改。我们刚才用的 EM， 这次的话，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px 也是没有问题的。点个笔把它收回来。H6 的话也是我们来设置一下，点击默认，改成白色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动。全部设好，一定要点击这个保存更改一下。我们所有的步骤在你设置完以后，记得都一定要点一下保存更改，养成保存的习惯。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返回一下，这里有个按钮，我们可以先来设置一下我们按钮的一些颜色结构等等。这里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按钮的话，点击这个排版笔，我们可以先来设定一下我们按钮上面的一个文字字号，比如说我改成一个16。粗细的话设成一个600，相对来说有点粗。行高的话，我们可以设成先选择 EM， 这个行高的话我们设成个1.2，然后点击这个笔把它收回来。这里有个文本的一个颜色颜色的话，我们点击这个默认，我们选择这个摘要的这个颜色就是 C10F17。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颜色的话存下来了，那我们就直接选它它其实就是个绿色或者说你直接点击后面这里面的色也可以，它的代码是 C10F17。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点这个加号，已经把它创建为全局颜色了，所以我们直接点击前面这个球就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后面的话选起来都很方便。边框的圆角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圆角，比如说我们可以设成一个10。这些设好以后的话，后面我们的按钮的话，它都会是这格式。我们可以控制我们整个网站的这个按钮的一个设计不用每个都去改，很麻烦。现在我们虽然花点时间设一下，但是后面的话会节约我们非常多时间。下面有个类聚的话，我们先点一下右边这个将值连接在一起，我们先把它去掉，我们不需要连接在一起。那我们改成一个20、30、20、30，就是改成这个样子。这是常规的。这边有个旋钮，当我们的鼠标放在按钮上面的时候，它会做一些改变，让我们整个按钮的话看起来更有动效。悬停上面我们的文本颜色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黑色，直接拖到最下面就是一个黑。我们的背景颜色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笔，点一下这个经典背景颜色，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白色其他的不用动它，点击一下保存更改，再点击左上角这个返回一下。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下一个，往下面拉，这里有个站点标识，这里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你这个网站显示的一个名字，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我是有风，点击一下保存更改你刷新一下，它这个位置它就会变。那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改的话它就已经改了。那我们可以再回到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站点标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网站显示的名字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设计个 logo， 这里也可以，比如说我还是给它改成我这个名字。我们再点击这个返回，下面的话这里还有一个背景，我们来点击一下它，背景的颜色我们来改一下，
这里有个经典，点一下它背景颜色，我们来设成一个黑色，点击这个，设成把我们整个站点变成黑色，点击一下保存更改。我们可以点击点一下三角，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网页变成一个黑的背景。我们再点击这里往下面拉这里还有个布局，还是在站点设计里面，这里有个布局。布局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内容宽度，我们可以控制一下我们整个网页的一个宽度，就是横轴的这个宽度，我们改成一个1320。然后再往下面，这里有个断点，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激活断点里面，我们再加个加号。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笔记本电脑，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访客进入网站，他可能通过电脑、通过手机、通过笔记本都有可能。那每一个页面的话，我们都需要单独调整我们可以再加一个笔记本进来。那笔记本这个宽度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单独设置一下，比如说我改成一个1510，保存一下。我们看一下右上角，这里的话它会有所变化，重新加载一下。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多了几个，比如说第二个是笔记本，第三个是我们平板，第四个是个手机。这里我们可以在每个屏幕上的话都可以来设计我们这个页面。还是回到我们桌面这个，然后还是在站点设置，这里有个附加设置，我们再来点击一下。点到它以后，它会跳转到的 WordPress 这个后台。我们把这个禁用默认颜色和禁用默认字体，把这两个都可以把它关掉。点击一下保存，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关掉。我们再来点击，比如左上角这个3条杠，点击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叉，先把这个关掉。点击左上角这个3条杠，点击这里一个用户首选项。我们现在设置的就是先做网站之前，先把我们网站一些基础先设置好，就像你修房子一样，你先把地基给打牢有着这些的基础，我们等一下设计的网站出来才好看。这里面有个画布，显示快捷选项，我们把它改成一个4。那有了这个打开以后等一下我们在每一个容器上面的话，它就有一些快捷的选项，比如说复制粘贴，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有个容器，直接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操作，很简单。我们把显示打开，设好以后的话，记得点击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顶部中间还有点击这个页面设置，我们点一下它，然后左边这个页面布局，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Elementor 画布，选一下它。这边的话，它会重新加载一下我们这个页面你现在的话看到的话就是纯的一个黑底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设计不被任何干扰记得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保存一下可以点击这个三角点过去搜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整个网页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们来设计它。第一步的话，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我们这里有个容器，我们直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我们给容器的话重命名一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我们把它显示出来，双击一下它。比如说最顶部，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banner，我们最顶部的这后面这个轮播图我们重命名一下。左边这里有个最小高度，我们这里 px 改一下，改成一个 vh， 设置比如说100它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说这个格式大家一定要先选对，这是 vh。这里主轴对齐方式我们选一下，这个主轴对齐我们选择一个居中。我们再点击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我们来设计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那背景类型我们选择这里有个幻灯片，可以让我们这个网站进行一个轮播每个2-3秒你看它会这样轮播一下这里的话就可以来增加我们的图片。那这上面用到的图片，那去哪里找呢？有风这里推荐一个免费的素材网站，它叫 Pixel。那你可以在里面搜索一下关键词，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团队，那它里面的话会出现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照片它这里面照片的话是免费的，大家可以随便使用。比如说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我点击一下它点击右上角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照片的话下载下来大家的话可以多来下载几张照片，点一下它，点击右上角，那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免费下载点击这个叉多下载几张。那本期用到的所有的图片素材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有一个链接，大家点进去下载也可以你也可以来这些网站来搜索一些免费的素材也行。当我们的素材准备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图片的话，我们刚才下载好一些图片的话直接传进来就可以了。选好我们图片，点击一个打开，这里选好以后的话，直接点击右下角这里创建相册，这里插入相册
啊，这3张照片的话就会被插进来。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结构点这个插，我们可以关掉。左边这里我们可以收起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传好的照片它会显示进来。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把它收回来，我们再进一步设置一下。这个安装插件不需要点击这个插。啊，这个时效的话就是每一张照片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间的，比如说我们设成3000、5000那都没有问题。那过渡的方式的话，它这里面有几种。比如说从滑动啊，从左右滑啊，从右滑那这些都没有问题，你们可以自己向上滑那都可以，你们可以自己来选一个。比如说我选择一个从左边滑。过渡时间的话，就是我们选择1000啊，这个时间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过渡啊需要多长时间。这里有背景尺寸，我们选择一个覆盖。那位置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中心居中，下面有个背景覆盖。啊，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点击经典，覆盖的颜色我们选择一个黑色。这里有不透明度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再黑一点，比如说0.8。啊，如果说你前面不够黑的话，等一下我们在上面打文字的话，可能文字看不清楚啊，这个地方你都可以自由设。我们这次的话，可能需要0.8左右。点击这个高级设置，我们把它这个类距的话稍微改一下。我们先点一下右边这个链接，点一下它。如果你不点的话，你改前面的一个，后面的话都会跟着改。设成一个50:10，就是我们这个图片距离我们上下左右的一个位置，我们设成这个50:10:10就可以了。啊，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右上角发布。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标题内容的话拖进来，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标题。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我们拖入一个标题进来。啊，这个标题的内容的话，就是你公司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比如说我现在是做一个设计公司的一个，假如说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关于设计公司的一个网站，啊，这里的话可以突出我们公司的一些特点。我之前就叫做，比如说设计灵感赋予每一个像素生命，啊，可能是关于一个设计公司的一个 slogan。啊，如果说你对这些文案啊，如果说你文案不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交给 AI， 叫 AI 来帮我们写一下。那有风用到的 AI 工具叫做 ChatGPT， 那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 GPT 以后，我们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我说你现在扮演一名专业的 WordPress 网站设计专家，我准备做一个关于设计公司的网站。那顶部 banner 的区域的话，帮我想一个口号。GPT 的话，它会帮我想一个口号。如果说是英文的话，你可以叫它用中文。这上面的话，你可以改成任何你的行业，比如说你的公司是你要做一个关于，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关于律师的一个网站，那你可以改成你现在扮演一名专业的律师网站的设计专家。总之，这个地方换成你的行业关键词，它就会帮你想一个口号。比如说我这个叫做设计未来啊，从今天开始。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再叫它再多生成几个都没有问题。里面非常的多。有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我之前的这个口号，设计灵感赋予每个像素生命。那我用这个把左边的话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下面的话标题的话我们改成一个 H1， 颜色我们点击样式，我们把它颜色改成这个白色这里默认是白色的话我们就不用管它，然后让它居中。字号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排版，这里有个 B， 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80稍微大那么一点。我们收起来看一下，80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再把它收回来再点这个笔，我们这个粗细的话我们可以改成再粗一点800 700的话都可以，感觉区别不大。如果是英文字体可能会有反应如果我们改成800，行高这里我们设置一下，还是选择这个 EM， 改成一个 1.1让它稍微的话不要这么紧。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的话，这里有个外句，还是先把这个链接点一下它，不然改一个后面全部要跟着改。外句的话我们改成一个0，第一个是070，第一个下的话句下的话20，你可以看到它有变化。句左的话我们改成一个70。好，我们在下面增加一个文本框点击这个加号，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文本编辑器，同样的拖到它下面来。拖下面的话有个紫色加宽的放，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结构，那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位置。这段文字的话可以对你的一个 slogan 的话进一步进行一个阐述。同样我们可以叫 GPT 的话帮我们来写一个，我对它的提示是，比如说我的口号叫比如说设计灵感赋予每一个
像素生命啊，针对这个口号写一份简短的一个叙述文本。那 GPT 的话会帮我们写一个，可以在这里复制一段它这里面的一个，可以随便来复制中间的一段，复制一下它。那回到我们这里，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啊，它会显示到这个位置。好，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类聚，我们先点击这个链接，点一下它，把 px 的话改成一个百分比，我们把左右的话改成一个5%，让它离我们左边右边你看都是5%的一个距离。来，我们点击样式，我们先让它居中。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点击这个排版，字号我们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18，行高的话我们设置一下，行高我们改成一个18。粗细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500也可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增加容器，再点击这个加号，加号这里有容器，再在它下面再来拖一个容器进来。宽度的话，我们这里内容宽度我们也改成一个，比如说合适布局，我们改成这个宽度的话改成1320啊，这个没有问题。方向的话，我们改成这里有个方向，我们改成这个右箭头，下面2个主轴居中对齐啊，副轴也是居中对齐。点击这个加号，我们里面的话增加2个按钮进来，直接比如拖入一个按钮进来。拖入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上面的一个文字看不到，默认看不到，可以在全局里面设置一下，可能刚才设置错了。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站点设置，站点设置这里有个按钮，按钮的一个文本颜色我们改一下，我们这里改成一个白色就可以。按钮颜色我们改成一下，改成一个黑色，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上面按钮的颜色就看得清了。把站点设置这个关掉，然后这里一定要点一下这个保存，现在没有，我们再点一下我们这个按钮，现在的话可以看清了。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笔，你看，点的笔这里有个复制，我们点击一下复制一个，或者说你点击右键这里也有个复制同样的话也可以复制一个，或者说你点击右键这里复制到对象下，那你也可以复制一个。不需要的话，你点这个叉把它删掉，或者点击这个笔这里有个复制都是一样的。那上面的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改，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点一下它，这里可以改成一个关于我们，后面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联系我们上面的文字的话你就可以自由改这下面的话你可以加上一个链接，一个等我后面的一个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做好以后，我们把链接粘贴到这里面就可以了。现在没有，我们先不管它。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些动画效果，比如说我们点击第2个按钮，点击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有个悬停，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标准，这里有文本颜色标准的，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按钮，这里有个背景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这次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白，你可以看到这个按钮它会变成白。当我们鼠标悬停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又让它变成一个绿，点击默认，再选择我们这个摘要的颜色，你可以看到鼠标放在上面它会进行一个更改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动画的一个设计。第一个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改，我们点到它，我们点击样式，这里一样的悬停，悬停的时候我让我们的按钮的话也变成白这里有一个颜色，同样我们选这个白，鼠标放上去你看它也会变成白，这个鼠标放上去后它会变成绿，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画设计设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就可以点击左边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个首页的效果，后面的话会进行一个轮播，收回来，这是我们电脑端设计的好的效果。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设计一下我们手机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笔记本电脑上面显示的一个效果，这里有个感觉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板电脑端的一个设计效果。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字太大，那你可以点击这个笔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字，那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区域点击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有排版，那你可以把这个字号的话设小一点，比如说我改成一个50，改成一个40都没有问题。那它这个改的规则是这样的，你改比如说桌面端左边的桌面你可以看到在最左，你改居左边的它会影响我们右边，比如说你改这个平板它会影响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但是你改我们右边的它不会影响我们左边的一个但是你改右边的它不会影响我们左边，也就是说我们改我们这个平板上面的内容它不会影响我们刚才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 PC 端的一个字体大小，但是它会影响它的下一级，比如说它这个手机端的一个效果。手机端比如说这个字的话太大了，我们还可以让它小一点，我们点击这个区域，同样点击这个排版，比如说我改成一个20都没有问题。点击高级，高级的话外局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击轻一下可以让它左右的差不多。
这个字号的话，我们可以再稍微排版稍微大一点，比如说改成一个30，这样也可以。中间如果你觉得字太大，点一下它，点击样式排版，我们可以把它改小一点，改成一个15都可以。其他的话都没有问题。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桌面 PC 端，同样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新增一个容器，拖在它这个下面来。这里有个，你看有个紫色的出现，我们一放就可以了。这个容器的话，我们也取一个名呢，方便我们自己区分。点击左上角这个结构，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服务，因为这个区域我们会设计一下关于我们服务的一些东西。点击右边可以把它先关掉。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来搜索这个关键词 heading，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GKIT heading， 这个我们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这上面的文字可以改，我们可以在这里改，比如说我改成我们是谁，改了以后右边它都会显示出来。那这里的话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 H5， 让它稍微改成 H5， 然后我们拉到下面这里有个 separator， 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显示这个 separator， 我们点击这个否把它关掉，不需要下面那个。再回到我们这个 title 标题区域，这里有个 concept， 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 highlight， 那它会显示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这里同样可以改成我们是谁。这里的话给大家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在前面。那我们可以在界面上按住这个，加上这几个符号，然后我们加上这个方括号前面2个方括号，中间的话2条斜杠，后面的话再加2个方括号。大家的话可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我们再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我们先选择一个居中吧，让它居中对齐。字号的话我们来稍微改一下，点击这个 title， 字号点击这里有个这个 B， 然后我们字号跟它设成一个18。行高的话我们来改一下，行高还是选择这个叶梦，这次的话我们设成1，再点击这个 B 收回来。下面的这里有个 focus title， 选择一下就是我们这2条斜杠。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我们上面这个绿色，这里有个 color， 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颜色采集器，点一下它，我们可以吸我们这个整个屏幕上的任何区域都可以。这是一个功能教大家，因为我们这次用绿色，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默认，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绿色已经加到我们全局颜色，我们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被加进来了。这个字号的话，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 B， 这个号我们也改成一个18。点击最右上角这里有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设置一下外距，外距的话先点击这个链接取消一下。这里有一个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 false。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再来拖入一个标题进来拖，直接拖到它的下面。这里的话也需要一个 slogan。那文案不好的朋友的话，同样可以交给我们的 AI 来帮我们来写。我给他提示是写一个，发过来，我说个关于我们是谁的一个口号。我们比如说创意的缔造者，设计的领航者，我们可以复制一下。直接把左边这个文本来改一下直接就没有问题。同样点击样式，我们先让它居中，点击高级，这个外距一样的，点击这个，先把这个链接点一下。下的话我们设成20，距下面的有点距离，然后再点击这个加号，再来拖入一个容器，直接拖进来。那内容宽度我们这里改一下，改成一个合适布局。方向这个箭头我们点击这个右箭头。下面这个间距的话，我们统一改成一个30，再点击最顶上的那个高级设置，高级设置这个内距的话，我们再设置一下，点击先把这个去掉，改成10，这里下的话30，左的话也是10。里面的话，我们再来拖入一个子容器，因为刚才我们最开始给大家个容器里面还可以拖入容器，点击这个加号，再拖一个，拖到它这里面来。这次的话，我们这里内容宽度选择全宽度。点击这个样式，然后背景颜色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点击背景的经典，点击颜色，颜色的话，我们来输入一个121212，就是这种有点灰黑的这种感觉。这里有个边框，边框的圆角的话，我们改成一个8，我们改成一个10的也可以。右上角这个高级的内距的话，我们来点击这个链接线。内距我们设成一个40 ，OK， 大概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大家只需要跟着我操作就可以了。这些因为如果是你是新手，你不跟着我操作，你很容易就懵掉。当你跟着我操作以后，看到这些效果，后面的话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单独的设计，相当于让你熟悉整个网站的一个设计流程。这个视频很长，大家的话可以分1天2天，慢慢看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加号，我们来拖入一个标题进来。
我们最终要设计出来的效果的话，区域的话就大概跟这个有点相似。拖入一个标题进来。那这里的话，我们改成一个01。字号的话，我们点击样式，我们字号点击这个排版，我们设成一个50左右，稍微大一点。行高我们来设一下，行高我们也改成一个50。这里有个高级设置，类距的话我们来设一下，先点一下这个，改成一个425，那这里825大概是这个效果。下面定位的话，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绝对，它会稍微变一下。在水平方向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右；垂直方向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上这没有问题。偏移的话，我们选择一个30大概就会在这个位置。然后下面这个背景我们再点一下背景类型的话，我们改成渐变。颜色的话，这里我们改成一个黑色。次要颜色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次要颜色也是黑，但是透明度的话，我们改成一个拉最下面这个，拉到最左边最下面这个，拉到最左边，让它变成一个透明，有点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说，通过一些比较细节的设置，我们可以设置出一个非常好看、专业的网站。角度的话，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90。这个地方你可能看不当清，有些时候屏幕。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搜索一个图像框就是这个，可以搜索一个图像，这里有个图像框，我们拖过来。你拖到这中间，我看呢，对，再拖到差不多01这上面它会中间出现一个横色的这个紫色条，我们才放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把位置给记住了，也不要拖错位置了一放你看大概的话位置的话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我这个是做网页设计。这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话，就像我们刚才一样，你的公司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在这里面的话，你就可以填入你公司的一些服务。那这些文字都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写。拉到下面，这里选的标题，我选这个 H4，稍微小一点。然后下面的话又可以来一个，比如我来的 GPT， 我叫它帮我写一个关于网页设计的口号，可以复制一下。精湛的网页设计驱动数字的未来，我复制一下。这些文案的话都可以交给我们的 AI 来写这里描述粘贴进来，那它会显示到我们这个最下面来。样式我们来选一下，这里样式我们改成一个左对齐。图片宽度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图像这里宽度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先去改成一个 px， 改成一个60左右差不多不需要太大。就像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标，在上面这些图标的话，那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个网站去下载。那这个网站叫做 Flash，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放简介里面。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免费的图标素材，那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搜索相关的一些图标，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搜索相关的图标，它图标非常多。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设置但是你要搜英文。比如说我搜索一个网页设计，那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来搜索你的行业的一些图标。那找到图标以后的话，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它的里面那个图标还可以直接在线的话改颜色。点它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比如说这里有个编辑按钮，我点一下编辑，可以先把这个图标的颜色变一下。我点击这边，这里可以选择一个颜色。那我希望的话，我这个图标颜色的话是这种绿色。电脑上的话安装了一个颜色的一个吸取的插件，点一下它以后，我可以直接来吸一下。比如说我这个绿色的颜色代码是1221212，大概是这个位置我吸到它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这里，填入我们这个颜色的一个代码你可以调整一下你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网站的主色调，绿色。因为我们需要我们图标的颜色的话进行一个统一，所以说这个网站可以直接在线把颜色都给帮你改好了，推荐给大家。点击一个下载，这里选择一个 PNG 选择你的图片大小。因为我们的图标的话只有60，我们选64就够了。点击一个免费下载，这图标的话就可以帮我们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更改一下。点击左边这个内容，这里有个选择图像，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图像的话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点击一个选择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下的好图标，它会直接显示到这个位置。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两个。然后我们选择它外面这个容器，点一下这个地方，这里有个复制点一下复制容器，会复制一个，再点一下又可以复制一个。你看这样的话就可以更简单一些。比如说我们选择我们的第一个
如说我们选择我们的第一个01，咱们点高级背景，这里有个往下面拉，这里有个背景这里有个位置，我们需要设置一下。位置的话，我们选择这个0%，我们选择我们这个01，点一下它，选中它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高级的话，我们往下面拉，点开这个背景这个区域。背景区域的话，我们把这个位置都改成0%。边框的这个点击边框这里有个圆角，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先把链接取消。上的话我们改成8，左的话我们也改成一个8。等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个大概效果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到这个样式到我们另外2个数字上面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上面有个复制，在这个01上面的话，再点击一个粘贴样式最后这个也是点击一下粘贴样式，把我们第一个01的样式直接复制到我们后面2个来。后面的话，比如说第2个的我改一下，我这里改成一个02，这里我改成一个03。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来把它补全，根据你有公司做的一些业务来更改里面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还有广告设计、品牌策划等等，完了我都把它改个选中它以后，点击这里有个广告设计，把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话都给复制进来。这些内容如果你不会写的话，还是你可以交给 GPT 帮你写就可以了。第3个我也改一下，改成一个品牌策划，全部内容的话都复制改过。中间的图标的话也可以改，方法都一样。你可以来到这个 Facial 这个网站来把这些图标的话直接下载下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把下面的整个容器的话都给选中，就是装我们下面所有的内容。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选，点击左上角这个结构，那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刚才这个服务这个区域，大概的话服务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刚才下面设置的整个。我刚才已经重命名了，选中它以后，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的话，我们把这个类距改一下，先点这个连接点一下它，还有距上的话，我改成一个110，让它距上面稍微远一点。后面的话，我都改成10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就会离我们上面的话，上面这一段的话稍微远那么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的第2个区域。接下来就是当我们电脑端做好以后，一定需要去我们的一个移动端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笔记本端，这是我们平板电脑端，没有问题。最后的话是我们这个手机端，感觉都很漂亮，没有太多问题了，那我们就不需要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稍微改一下，回到我们的桌面端。接下来的话，我们在下面再来新增加一个容器，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加号，这里有个弹性盒，点一下它，这里你可以选择第1个，它也是一个一样的新增容器，跟我们点击左边的加号新增容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名字稍微改一下，比如说这个区域展示我们的作品，我们的设计作品，点一下这个结构，这个容器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比如说我改成一个做。接下来的话，我们在下面的话再来拖入一个新的容器。我们可以把左上角这个结构的话打开，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我们右边刚才增加的一些容器。我们的新的容器的话放在我们第2个。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再来增加一个容器，直接容器拖到这里面来。把容器的话命一下名，点击这3个点结构。这个容器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作品集。这里面的话可以显示我们的一些作品。点击这个叉，先把它收起来。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的话，类距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先点这个链接。类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上10、右10、下20、左10大概就这样。然后这次的话，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复制我们上面的文字信息进来就可以了。下面的话，你看这里文字信息还有标题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不需要重新再做。Element 的话，它这个复制功能还是很强的，我们直接点击它在上面点击一个复制，或者在这个笔这里点一下复制，然后在下面这个中间点击一下粘贴我们刚才这个容器。下面这个的话也是放在笔上面，点击右键复制，在下面的也是一个粘贴它会自动粘贴进来。这个文字信息的话可以改一下，这里可以改成我们的作品。下面的文字信息，那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下面的文字信息，你如果不会写的话，你可以叫 GPT 帮你写一下。那我给 GPT 提示是帮我写一段我们的作品的文案设计。那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一个进一步设计作品，比如说。那如果说上面再长的话，你可以叫它你可以告诉它就一句话就可以了。凝聚创意与实用性比如说我复制中间这一句，那过来我们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凝聚创意与实用性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们公司已经有了，你可以直接用；没有就叫 GPT 帮你生成就可以，非常方便。然后我们再来点击这个加号，拖入一个容器，放在它的下面。左边这里一定要选择这个全宽度。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类距的话，我们全部改成0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点击加号，我们搜索这个图像。轮播就是这个，你可以搜索，直接先把它拖进来。这里面的话可以放上你们的一些作品的一些照片，可以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的作品文件的话给传进来。比如说这些照片的话是我们的一些作品，因为现在 AI 非常强大，如果说你没有遇到合适的照片，那你可以叫 AI 来帮你生成。比如说我刚才要做一个关于网页设计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用 Midjourney 来帮我们生成。那比如说来到 Midjourney，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直接粘贴进来。如果说你还不会用 Midjourney， 那有风之前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我们点击这个 Web Design。这里的话，它会自动的帮我们生成几张照片，因为这个 Midjourney 是付费的。如果说你想免费的工具的话，还有一个工具叫做雷拉多 AI，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点击中间这个开始，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先登录一下，登录好以后的话，你就可以进来，给它一段文字信息，描述一下你想生成的图片的一个样式。它就会根据你的图片帮你生成出非常多有创意、有意思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案例登录进来以后的话，你看点击中间这个图像生成，这里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下，比如说我搜索这个网页设计左边的话比例的话，我们选择一下，比如说选择一个3:4 4:3都可以，直接点击生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雷拉多 AI 它就会根据我们上面这段提示帮我们生成照片你可以看到刚才的话这几张照片是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照片Midjourney 的话，它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但是它是付费的。如果说你没有 Midjourney 的账号，那有空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活租案例，活租的一个链接，因为活租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些，大家可以先去感受一下。比如说你喜欢第2张，你点一下它，点击右键在新的窗口中打开。再点关它，比如说我第3张我喜欢，点一下它，点击右键在新窗口打开。打开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刚刚帮我生成出来的照片，一张照片，我可以点击右键把这张照片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这张也不错，我觉得点击右键直接可以把它存到我们的电脑上。如果说你对刚刚 Midjourney 生成照片不满意，那你可以在右边这里 Rerun， 那它又可以重新你看帮我们生成4张，它每次的话会生成4张照片。有了照片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网站你可以点击这里上传，可以把我们刚才生成的照片都可以传进来。那我们这个区域主要是做的这种轮播图这种效果，这里可以轮播展示你的一个作品，那你可以多选几张这里默认的话它都选中了，点击创建相册，这里有个插入相册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这几张照片它会默认的被加进来，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太小了，我们还需要来进一步设置一下。左边这里有图片分辨率，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原图它会相对来说就大一点，你看起来的话就可以更清楚一点。幻灯片显示的数量我们这里改成3张每一次的话显示3张。那滚动的话我们可以按1一次的话滚动1张。图像拉伸这里的话我们选择4，我们再点击这上面这个样式的话定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定位的颜色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默认，这里面有个摘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之前的绿色，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左右可以拖动的图标它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下。我们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图像的间距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点击这个自定义每个图片我们相隔比如说25你看这就是每张图片的一个间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圆角，它现在是正方形，圆角的话我们可以设成10你可以看到这个每一张图它4个边边都有圆角，看起来的话会更具有这种设计感。那我们的电脑端设置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端有没有问题，平板电脑端我们往下面拉感觉都非常漂亮，没有问题。再往下面拉没有问题。那每次的话会显示1张没有问题。咱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按钮，发布一下，回到我们的桌面端。上面的话，我们在这中间这个间距的话，我们可以来有点近，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我们上面这个我们是谁这个区域这个容器，点一下它，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那我们把它里面的样式的话粘贴到我们下面这个框里面来。
啊，也在下面这个容器上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粘贴样式。那上面的话，它上面这种间距哈，就会和我们刚才上面的话就有点相似了，我们就不用再去重新设置。好，全部设好，记得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增加我们在下面这个计数器。这部分的话，它是这种动态显示的。那我们每刷新一下，它会从0，你看变成你设置的这一个数据。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放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有多少合作伙伴，有多少创业方案，有多少获得一个奖项等等，可以展示你公司的一些实力。当然，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来点击这个弹性盒。这次的话，我们选择中间这个右箭头，点一下它，确保你左边这个方向是这个右箭头。下面拉到下面的话，这里有一个，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类距。先点下这个链接，类距的话，我们设成30、10、120，再来个10大家的话，数据的话最好跟有风一样因为你是第一次做，在练习的时候，最好跟着我的步骤全部进行一个操作。我们再点击左边这个加号，再拖入一个子容器，直接拖到它里面来。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计数器这个我们直接拖到这里面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数字进行一个显示。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开始数字，结束数字是多少？比如说结束数字是20你看它这里结束数字就会变成20。而数字的前缀这里还可以是，比如说你前面加个1它就会前面再给你加一个1。那你不设的话就不用管它。那后缀的话，比如说你再加个 K， 那它就变成20K 了，就相当于2万。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样式，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一个计数器，这里有个数字。数字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排版。那行高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行高的话，我们这里改成一个80，对，点击这个笔收回来。这个文字描边我们来设置一下，描边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像素。描边的颜色的话，我们改成白色。那我们在这个样式下面这个标题，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标题呢，我们先设置一下，点击这个排版这个笔字号的话，我们来设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16，粗细的话400可以。颜色的话，我们也改成一个白色你可以看到下面数字你就看得清了。点中我们装计数器这个容器，我们点击一下它。方向的话，我们这里选择右箭头它会跑到我们最左边。主轴对齐，我们这里选一下，选择这个居中。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复制3个出来。点击这个我们把鼠标放在上面来，点击这笔，这里有个复制，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再点击笔，那我们又可以复制一个，我们可以复制3个出来一共有3个。你再点一下这个笔，这里有个复制，再点一下，我们就复制了3个出来。我们点击装这个容器外面装这个数字外面这个容器，点击一下它。那我们要选中这个容器，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布局，这里的主轴对齐，我们选择第4个，就是首尾无内部等间距，我们点一下它，它会把这个数字的话分开一下。它这个内容大概设置好了，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平板端或者我们手机端有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先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数字的内容。这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比如说我的第一个的话，我改一下，改成点一下它那里有个内容，比如说我改成一个15K， 这个后缀的话我改成一个 K。我们公司的话有15万的一个修饰数字，你可以改成一个创意方案，这个根据你们的实际产品来。第二个的话，比如说我可以改成一个10，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话有10年的一个后缀的话我改成一个加号，10年的一个设计经验。第二个的话，根据你们公司实际情况来填。第3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公司有2000个合作伙伴，比如说我改成2，下面改成一 K， 修饰数字的话，我可以改成一个合作伙伴。那这里的话，它会变成2K， 就相当于2000。最后一个，比如说我可以改成我们公司获得了150项什么外国150项数字，我可以改成比如说荣誉奖项这个可以显示我们的荣誉奖项。我们点击这个笔收过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区域大概的话就是显示成这个效果，非常的好看。同时的话，看一下我们平板端或者手机端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非常漂亮没有任何问题。
回到我们的桌面端，记得点一下做好又点一下发布。那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下一个区域，关于我们这个一些客户的一些反馈、客户的一些评价。那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容器，拖到这个里面来。箭头的话，我们选择这个下方向，这样我们选择下，把它的名字最好改一下，点击这个结构，这些都可以收起来的。这个容器的名字的话，我们比如说改成一个客户评价反馈的一个区域，点击这个插块把它关掉。我们点击这里样式，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背景的图片。点击背景类型，点击经典，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背景图片传一张进来。比如说我随便选择一张进来，点击这个选择。这里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图片的分辨率，我们这里设置为原图。这里定位的话，中心居中。在这里背景的话，我们重复，我们选择不重复。然后显示尺寸，选择这个覆盖。下面这里背景覆盖，我们再来改一下。我们点开它，这次的话，我们背景覆盖，我们选择这个渐变，就是上面的话来一个渐变的效果在上面。这个主要的颜色我们可以设成为，比如说黑色。而下面这个次要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我们的绿色。我们点击全局这个按钮，然后就改成我们这个绿色。角度的话，我们设一下，这里我觉得之前我已经设了，感觉107比较好。左边是黑，右边是我们的绿。不透明度的话，我们改一下，改成比如说0.7让它再稍微不透明度稍微高一点。我们点击这个高级，我们来设置一下类距，先点一下这个链接。类距我们设成上的话65，右的话10，下的改成140。左的话也改成10大概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的2个人物一男一女，笑得很开心。那我们需要在里面拖入一个我们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板块，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搜索一个 T1，你搜索一个 T1，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搜索这个 T1X， 我们点击这个加号，这里的话我们搜索这个单词TEST 就是这个，那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那它里面的话有类似的这种模板，那它里面的话一共的话有5个，选择第5个这种模板。大概的话样式是这样，那是第6个的，选择第5个的样式，大概是长这个样。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它。这里面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些顾客的一些评价。如果说你没有，你可以叫 GPT 暂时帮你生成一些。打开 GPT。我把就一句话发送给他，我说写一些顾客的一些评价，我再来给他进一步，我说还包含名字，还有一个职位，这里的话它会显示这个的话都是系统随机生成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可以暂时先用一下，我们点击这个 test，它里面的话一共有3个，那下面2个的话我们先留下上面第1个，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刚才 GPT 已经生成好了，丽华市场总监了，随便复制一个粘贴进来。我们把它的职位的话放到这个描述栏吧，它的一些评价我们复制一下这一段，粘贴到这个评价的这个框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就显示出来了。上面这个评分5角5星，这个你需要不需要你点这个把它关掉就可以了。这个头像的话你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这个布局，这里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它的一个头像，点击这个选择图片，那我们可以上传一些头像进来。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图片，你可以来到 Pixel， 你可以搜索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搜这个 profile， 它可以找到一些真实人物的一些图片。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可以，我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Windows 键加 Shift 再加 S 键，我可以把它这个头部切下来，就这一张，我会把它切下来，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以此类推，那你可以多来切几张照片。说这张照片我也把它切下来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面。当你的照片保存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点击这上传，把我们刚才切好的几个头像传进来。比如说这里我刚刚随便切了4个头像，那比如说我选择我刚才戴的墨镜穿着衬衣这个感觉非常商务这种形象。在下面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一下它，设置里面这里有个 DOT 我们把这个打开。等一下的话，我们如果有几个评价就有这种圆点，我们可以直接点。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些格式。样式的话，这里有个背景的一个类型，点一下这个经典。这个颜色的话，我们改成一个，点一下它，改成一个透明。
那为什么要改成透明？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有个 Wrapper Content Style， 我们点一下它。这个对齐方式我们选择居中啊，它会显示到我们中间来。然后 Padding 的话，我们全部设置间距，我们改成这个0。这里有个描述，我们再点一下 Description， 点一下它。描述的话，我们颜色的话改成一个白色啊。现在大家是不是看得清楚了？我们点击这个排版，这里点个 B， 点一下。我们把字号的话设一下，我们设成一个28，啊，它会稍微大一点。行高我们来改一下，行高改成一个45，设好以后收回来。这个边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改成这个连接先点一下，边距我们来设成，比如说上15，右0，下距下的话40，让它距下面稍微远一点，距左的话也是0就可以了。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图标，我们点击一下它。图标的话颜色我们改成绿吧，点击这个，默认把这个绿色的加进来。我们右下角这个双引号它的一个颜色，这里改成黑啊，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变成黑了。那最好选择这种绿，和我们的主色调差不多一样。图标的大小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60吧，让它稍微大一点。底部边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5，让它离下面稍微远一点。这个 Padding 间距的话，我们改一下。间距的话，这里我们改一下，这里先改成一个百分比吧。统一的话改成比如说50%，啊，它会向右边走一点。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客户，就是设置客户它这个区域显示的颜色。啊，字体颜色的话，我们肯定需要改成白色的，不然的话我们看不清。那这个描述颜色也是改成白色。这里有个客户的这个照片，啊，我们设置一下它边框，边框类型我们改成一个实线，宽度的话我们改成一个3吧。我们再点击这上面这个高级，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类距，点一下这个链接，然后我们改成一个0、10，然后再0的最后也是10。那我们如果说这个你觉得这个人太小，你可以点击这个样式，比如说这里有个客户，客户的话下面有一个照片，图片的尺寸，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改成一个80、90都可以。啊，这样的话这个人的话就会显示的稍微大一点。这上面这个，然后全部设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发布。同时的话，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端、平板电脑端，还有我们的手机端的话有没有问题。啊，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平板电脑端的话，它会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多做2个。啊，这里电脑端也没有问题。那怎么样多加2个呢？那很简单，我们点击这边这个内容，这里有个Testimonial， 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复制按钮，那我们可以多复制2个进来。那同样的话，你更改一下里面显示的一些名字内容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 GPT 的话，我们刚才已经生成好了。第二个的话，比如说是王敏，我们可以把第二个的话改成一个王敏，他是产品经理，我们同样的话复制过来。他的评价的话一样的，我们粘贴到这下面来。下面的头像，王敏肯定是女的，我们点一下选择图像，这次我们选择一个美女进来。啊，第二段的话我们也设好了。第3个的话设置方法都是一样，我们先把第2个收起来，第3个收。我们同样 GPT 我们可以复制，比如第3个的话叫陈丽啊，直接复制过来。它的一个是品牌经理，我们也把它复制过来，它的职位、它的描述、设计风格怎么很有创意，把它的评语粘贴进来。那同样的话，它的头像我们可以改一下，也改成一个美女的头像。OK， 啊，全部设好，点一下保存。保存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收过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你看这里有几个圆点，你看点一下的话，它会跳转到它是不是对应的一个？它当然它自己的话也会进行一个滚动。那你看它会自己进行一个滚动啊，已经这里位置已经设好了啊，记得一定要点右上角这个发布。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电脑端。平板端呢，如果说你每次只想显示一个，很简单，点一下它，这里有个设置的话，那这里有个 Slide to Show， 那我们设置1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每次只显示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手机端，那也是每次显示一个，那没有问题。那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回到我们的桌面端，做的差不多了。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轮播图啊，中间是我们的一个简单介绍，这里有我们的作品，这里有我们的一些数据，这里还有一些客户的一些反馈。现在的话还差我们顶部的一个导航，还有我们底部的一些
就像我们这样底部的一些链接等等。那等一下后面的话，我都会教大家怎么样来做，只要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用首页已经做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下其他页面，比如说联系我们的页面，关于我们的页面，那我们都需要来做一下。那接下来继续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点击这个倒三角，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Hamburger， 我们点击这里退出到 WordPress， 我们来建一下其他页面。我们是来做下一个页面，就是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新的页面，我们点击一下它。新的页面的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比如说叫做关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一下。我们还是点击顶部这里，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进来，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整体进行设置一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设置按钮，点到这个设置按钮，左边我们这里页面宽度，这里我们需要改成 Elementor 画布，它会进入一个编辑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拖入一个容器进来。这个容器的话，我们可以命名一下。我们点击这个结构，我们双击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改成一个banner最顶部的一个区域。方向的话，这里我们改成一个向下。主轴对齐，副轴的话也是居中对齐，两个都是居中。点击这个高级，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类距，先点一下这个链接，我们这里设成210、10，还有110。这个左的话也是10，大概的话顶部的话是这个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背景图。那如果你没有的话，比如说关于我们的页面，可能是你们公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你们一些团队照片，我们可以来到 Pixel， 我们搜索一下团队。那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关于团队的照片，你可以点击一个，比如说点击这个 Free， 把它下载下来。或者说你直接可以用 AI 生成这样的照片也没有问题。比如说我可以用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下，我点击当你有 Midjourney 账号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创建。那没有账号的话，你可以在有风视频下方提供的链接，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或者去合作一个，都非常便宜。这里搜索一个，这里进行一个创建。比如说我搜索创建一个 team， 就是一个团队的意思。右上角这里可以选一下，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比例，改成一个16:9。直接点一下它，按一下回车。这个时候它就会根据我们的提示词来帮我们生成我们团队相关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是Midjourney帮我们生成的一个团队一个照片，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如果说你觉得这张可以，我们可以点击右键在新的窗口打开，然后把这张照片的话保存下来。这个是 AI 刚刚帮我们生成的一个照片，我觉得非常好看。点击一个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面。这里的话，你看我刚才也是重新生成了一下，它又帮我们生成了几张。那你可以在里面选，比如说这张也挺不错的，点击右键在新窗口打开。AI 现在生成的照片感觉真的非常的真实这个也不错，点击右键在图片中打开。我们都可以把 AI 生成的照片的话保存下来。有了 AI， 其实我们现在素材的话非常好找，而且它没有任何版权，生成出来你感觉就跟我们真人拍摄的照片一样。Midjourney 的话现在是最强的。我们点击中间的样式、背景类型，点击这个经典，把我们刚才的图片的话选择传进来，点击左边上传，可以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一些照片，你可以传进来。比如说我用的这张，点击选择。我把这张团队的照片作为我们的一个背景图样式，那么再点击这个中间的样式，图片分辨率一定要选择原图，定位的话我们选择中心居中，下面背景重复选择不重复，显示尺寸选择一个覆盖，下面有个背景覆盖，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背景类型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黑色，不透明度的话我们改一下，这里可以改成比如说0.9、0.8、0.9都可以。如果说你这个太亮的话，等一下我们在前面，比如说0.1，那我们在前面打字的话可能看不太清，改成一个0.8、0.9都可以。我这里设置成0.8，这里面可以增加文字，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拖入一个标题进来，改成一个比如说关于我们这个页面主要是做的关于我们的一个介绍。我们再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再拖入一个容器，放到我这个关于我们的下面放一下。下面又拖了一个容器进来，左边的宽度选择一个全宽度，这里宽度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像素 px， 这里宽度我们改成一个210，差不多。箭头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向右，
下面一样，主轴对齐居中，那副轴对齐也是居中。间距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容器的背景颜色。点击这个背景类型，选经典，然后这里设置一下颜色。这个颜色我们用6个 F，1、2、3、4、5、6，然后再来个33。大概的话就是一个透明带一点灰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先把我们这个设置一下，改成比如说透明灰方便我们下次调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快速存储一下我们这个颜色。下次调用，你直接点击这地球这个形状，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透明灰就是我们这6个 F 加个33不用我们每次都去输这个颜色代码来会下次的话就不用再去输这个颜色代码了，我们直接可以调用。下面这个边框的圆角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全部设成一个10。点击这个高级类距的话，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全部都设成20吧。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我们搜索一个图标列表图标列表大概就是这个，直接拖到它这里面来。一共有3个，我们删掉2个，只留下1个就可以了。这个文字信息我们点一下它，我们改成一个首页。这个图标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所以点击这个图标库，我们搜索一个首页，我们输入一个 home 大概就是这个图标。我们选择第3个吧，点击一个插入。布局的话，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行类，选择这个3个点这个。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图标这个图标的颜色的话，我们改成一个白色吧。你可以看到它会变成白色。尺寸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18，它可以稍微大一点。全体呢，比如说当我们鼠标放在上面去以后这个它的颜色的话，我们给它稍微变一下。颜色的话，我们改成绿吧，就是我们主色调的绿。点击前面这个默认的，这里选择我们刚才的全局颜色绿色。看，当我们鼠标放上去以后，它会变成一个绿色。这水平对齐，我们选择左，收起来了。下面有个文本的样式，我们再来点开一下。文本的话，字号我们点击这个排版，字号的话，比如说我们也改成一个18。行高我们来设置一下，行高我们改成1M，这里改成一个1.2，可以了。点这个笔收起来，这里有个文本阴影，我们来设置一下。那文本阴影呢，我们设成为白色拖上来它会变成白色。改一下全体的话，我们也改成绿色。点击这个全局颜色，我们选择我们刚才之前绿色，可以看到鼠标放上去以后，它会变成一个绿色。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笔，这里有个复制，我们复制一个。这次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因为这个页面的话叫做关于我们页面，这里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关于我们，复制一个，我们把这个字的话改一下，这次的话改成比如说叫做关于我们。如果说它会走到第2行，我们把字改小一点就可以了。点击这个笔，这里有个样式，这就是文本字的大小。点击这个排版，我们改成18，可能有点大，我们改成16吧。首页这个我也改一下它，首页也是点击这个文本排版，我们这里也改成16。16的话也其实可以看得清就行了。我收过来看一下，没有问题。点了中间这个图标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点击第2个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内容，在这里有个关于我们这里这个图标，我们改一下，点击这个图标库。那这次的话，我们可以搜索一个箭头 arrow， 我们需要一个向右的这个箭头，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选它，点击一个插入大概的话会像这个样。那我们收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页面的话是关于我们的页面相当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关于我们点一下它。这个 HTML 标签我们改成一个 H1 记得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然后里面的话我们会插入这些内容这些内容的话看起来非常的酷炫，但是这里面的效果的话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这个时候大家不用单独做，因为有风的话已经把这个模板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直接导入进来就可以了。那有风的话会把这个模板的链接的话下载地址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这个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里面有2个，第一个是我用到的一个图片，是本期视频用到的所有图片都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模板，模板的话里面有几个模板，等一下我们都会用到。大家呢进入这个页面以后，直接点击这里个全部下载，右下角的话它会进行一个下载，那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下载电脑上的话，你会得到这2个文件夹，一个是图片，就是本期视频今天用到的所有照片。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模板，模板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已经事先做好的模板，那大家等一下直接导入我们的网站里面就可以了。
啊，这是回到我们的网站的后台，在下面这里有个中间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增加模板，点一下它，点击这里我的模板，然后右上角这里一个上传，上传这里选择文件，把模板中间这里一个 About Section 接生文件的导入进来，这里选择一个不要显示消息，继续就可以了啊，这里启用和进入。那如果点了以后没有反应，我们再点一下它。点击这个导入，这里有个模板，再点击一下插入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内容的话就已经插入进来，里面的所有信息，那我们都可以来稍微改一下。那比如说上面的话，这上面因为它是英文的，这里关于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关于我们。中间的一些内容形式的话，你可以叫 GPT 帮我们写一个。来到 GPT 以后，我们把这个提示发送，我说写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的介绍，关于我们，比如说一个创意与实用性相结合的一个什么设计工作室第二句话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那下面的一个内容的一个阐述，那我们可以复制一段，刚才 GPT 帮我们生成好了，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下面这个区域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复制，你可以增加多个都没有问题不需要的话可以删掉。那这里的话可以填入关于你公司的一些提供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个什么全方位品牌策划点一下它左边的文本就可以改比如说还可以什么创意广告设计之类的，这里都可以填入你的公司的一些提供的一些服务你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这里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改一下，这上面的字的话我们是可以改的，比如说这个英文的话改成一个商业规划。这个百分比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85%、80%，那这里的话都可以手动填它会是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头像我们也可以改一下，点击一下它，然后这里点击选择头像你可以改成你们自己公司的一个，比如说老板的头像都可以。那这个 read more 也可以改一下，我们改成一个阅读更多下面这个字也可以改一下，比如说CEO 之类的这里是他的签名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把这张照片换掉。那再往下面走这下面这个就很有意思，它属于一个叫做主页灯箱的一个效果它里面的话有一些比如说你公司提供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关键词，你可以把它提取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说你不会写的话，同样我们可以交给 AI， 交给 ChatGPT 来帮我们写。打开 GPT， 我们把这个段提示给他，我说请根据以下格式用中文帮我写一些关键词，不要相同。来到这个页面你把这里面这些关键词的话都给复制一下，在这个 Mark， 那这就是中间这一段直接粘贴到下面来。点击发送GPT 的话会帮我们生成一些关于中文的一些关键词。那比如说你做的是关于一个广告设计的你发送给他会帮你生成一些什么广告设计、视觉传播相关的一些关键词。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它，这个填入你的一个行业关键词就可以了。弄好以后直接粘贴到我们刚才左边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它会变成一个中文，你公司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关键词这个区域的话已经设计好了，感觉非常的好看。那记得点击右上角发布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内容改好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大概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的显示的效果还不错，收回来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我们的移动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笔记本电脑端的话没有问题，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电脑端的话也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都可以一切的话都非常的好。左边这个照片如果你不满意，点一下它，你可以点击选择图像把它换掉就可以了。你说我换成这一张选择一下它会改成另外一张照片这些照片的话都可以自定选择。分辨率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原图的话可能看起来的话会更高清一些。我们再点击这个样式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图片的宽度，宽度50%、90%这都可以最大的宽度100%都没问题。高度的话你可以设置，比如说高度50%、高度100%，这个地方的话都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这张图片的一个尺寸都没有问题。最好的话这个地方用一张竖的有一张竖比例的一个图片。那我们用 Midjourney 来生成一张竖的一个照片。我们点击左边这个创建的话，我们搜索一个团队，这个比例的话我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一个
3:4吧，这个数。收起来，按一下回车。这个时候 Midjourney 的话会帮我们生成3:4的4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我们刚才生成好来看，非常的好看。比如说，我觉得第一张可以点一下它，点击右键在新的窗口中打开，放大一下这张可以点击右键把它保存下来。保存好以后的话，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来更改一下它，点一下它，点击这个内容，这里有个选择图像，把我们刚才这样就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点击这个选择可以看到这次的话就是这种竖的话，它可能更适应了我们刚才这个区域，看起来的话会更舒服一些。点击这个收回来，点击右上角发布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平板电脑端的一个效果，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平板电脑端的话，如果说这些字体，那你想单独更改，因为比如说平板电脑端我这个 H1， 我觉得这个太大，那我们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站点设置，然后这里有一个排版，我们点一下它。排版里面的话，也还有对应的 H1、H2、H3、H4，这里面的话可以统一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手机端的我们这个标题的一个大小，比如说我 H1 标题我改一下，点击这个排版 H1 我改成一个45。它会统一变小。我们这里设好了，就是以后我们不用单独去改。H2， 比如说我改成一个38H3， 我再来点一下这个排版，比如说我改成一个25。H4 的话，我也可以改一下，改成23。这个保存改，因为我们更改我们移动端，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更改我们对应的左边的，它不会影响，它只会影响我们右边的。所以说，即使我们改了这里，我们电脑端它也不会更改，它只会影响我们手机端它的右边这一些设备，它只会影响它右边的设备。这里看这个页面没有问题回到我们的桌面端。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移动端这个顶部，如果对上面离得有点远，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结构，先把它关掉。我们点击这个结构，先把我们顶部点一个眼睛，我们可以确定一下，就是这个区域，点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的话，类距的话我们可以设一下，比如说距上的话太远了，我们改成一个150吧。这个将连接把它去掉，不然的话我改一个，你看后面全部跟着改了。距右的话改成10，距下的话改成80，距左的话改成10你看它现在就可以离我们上面的稍微近一点，没那么远。点击一下发布。反正我改了手机端，它不会影响我们左边的设备，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再回到我们的电脑端，点击这右边这个结构把它关掉。这就是我们整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的一个大概结构。接着的话，我们在下面的话可以加一些，比如说我们设计团队的一些照片。我们接着来做，点击这个加号这个容器直接拖到这里面来增加一个新的容器进来。那这次箭头的话，方向我们选择这个下。点中我们刚才这个团队的这个容器，我们点中这个容器，点击这个高级，我们来设置一下类距，先点一下这个链接。类距的话，我们改成比如110，然后10、100，这里再改成10。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打开我们刚才的一个页面，回到我们的首页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然后我们回到我们首页了，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区域标题还有我们下面这个标题直接复制过去，那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再做了。那我们怎么样复制呢？比如说我来到首页，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是 Elementor 进行编辑，然后来到编辑页面，往下面拉，点在右边这里笔，我们笔上面我们点击一个右键，这里复制，复制好以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粘贴到我们刚才这个容器里面，粘贴就可以了。再把下面这一句话点击这个笔上面，点击右键复制，同样的话在这上面点击右键粘贴过来。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我们的团队下面的话可以对你团队进行一下阐述，比如说我改成一个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团队。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再拖入一个新的容器放在它的下面。这次我们选择这个右箭头，间距的话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30，再点击这个高级。这次也一样的是一个类距，我们来设置一下，先点一下这个链接，改成一个1030，这10改成一个10下的话距下30，距左的话也改成10大概就是这个样。再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再拖入一个容器进来作为它的一个子容器。同样点击这个高级，类距的话我们来设成一个0就可以了。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来搜索一个叫做图像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
那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写上你的团队的名字，那你的团队有哪些人，他是做什么的，你都可以写进来。比如说这个标题，我可以改成我团队他叫李娜，他是一个资深品牌策划师，那我直接就可以加进来。那这下面的话，我们改成一个 H4 标题改成一个 H4，再拉到左边这里，点击这个样式。图片位置的话，我们选择这个上啊，这个没有问题。对齐方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居中啊。图像的间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0，再点击这个图像，我们再设置一下里面，这个里面的图像宽度我们来设置一下。宽度的话，我们这里改成一个100%。圆角的话，我们来设成一个10。啊，接下来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照片，我们点一下左边那个内容，这里选择图像，可以把我们团队的一个照片，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美丽什么团队的，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啊，这里会显示它的一个图片，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内容，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面的文字的一些大小啊、颜色等等。描述的话，点击这个排版，字号的话，我们来改成比如说16。这里行高我们选择EM，我们选择比如说个0.1，我们再复制2个，复制它很简单，我们先点一下它，点下这个笔，这里有个复制，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结构，点一下它，找到我们的图像框，点击右键，这里复制到对象下，复制一个。我们再点击复制，复制到对象，再复制一个，点击这个容器，点布局，布局的话方向这里我们选择一个行水平，那这样的话它会跑到一行来，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比如说第2个它的名字，那你可以来改一下，啊这个图像你可以换成另外一个人。第3个的话，你可以改一下，选择图像，再改成另外一个人。下面的名字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改一下，一样的点一下这个地方，左边这个标题你改一下。它是什么职位？你可以加一下。第3个的话，它叫什么？我点一下左边这个标题改一下，它的职位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它职位啊。这个位置差不多就做好了，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其他移动端的有没有问题，看一下平板没有问题，看一下我们手机端啊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桌面端，最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其他的板块都可以。如果说这里的话，教大家一个简便的方法，我们先打开我们的首页，我们首页的话，你往下面拉，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区域。如果说我想在我这个关于我的页面直接插入调用这个区域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先给它保存，我们就可以先把它保存为模板。那怎么样保存为模板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然后我们拉到最下面。我们点击这个容器，点击这个6个点，点击右键，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个另存为模板，那你可以给这个模板命个名，比如说我就叫它一个客户评价的区域，点击保存，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模板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接下来回到我们这个区域，那我们可以点击中间这个增加模板，那这里在我的模板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我们点击一下插入，点击一下应用，那刚才我们这个模块的话，它就会被插入进来。这个3个点的右边的话，这里有3个点，这3个点我们可以点一下导出，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GS 文件的话直接下载下来，下次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上传，直接把它上传进来都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模块的一个重复快速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法。这个页面做好要记得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Hamburger 这个3条杠，然后退出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编辑页面，我们接下来做下一个页面。现在我们的关于页面还有我们的首页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来打开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点击这个查看粘连。现在的话还差我们顶部的一个导航栏，还有我们底部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因为如果说你没有顶部和底部的话，看起来整个页面有点奇怪。那顶部的话就相当于类似这样的一个导航栏，底部的话有我们的一些常用链接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制作这2部分的一个内容。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制作这2部分的一个内容。首先的话，你需要先回到你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来到你的首页以后，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 W， 那可以先回到你的网站的后台。这里我们有个 Elements Kit，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装好的这个插件，我们点击一下它。点了它以后，我们选择第一个，比如说这个推荐这个，拉到最底部。那首先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Elements Kit。然后拉到我们最底部，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也是点击下一步，那一直点击下一步完成就可以了最后的话保存一下设置，最上面这个是一个广告，我们点击这个叉可以把它关掉。左边的话我们点击这个 header，
footer， 我们点一下它。那首先我们可以点击了最顶部这个增加一个新。那这次我们首先来制作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我们这里搜索标题，我们自己取个叫顶部。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了 header， 这里应用到我们整个站点这个选上，这里激活这个点开，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我们点击这个顶部，这里有个编辑，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点击 edit 编辑内容，点一下它会跳转到我们这个编辑页面的一个编辑页面，它会跳转到我们这个页面的编辑页面。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用刚才的话，我们这个模板的话，如果说你已经下载电脑上了，我们这次需要把这个 header JSON 文件的话直接导进来。那如果你还没下载的话，有风会在视频下方，有风视频下方的链接，最好大家点进去把这个模板这个文件夹下载到你的电脑上。我们点击中间这里有个增加模板，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上传，选择文件。这次我们选择这个 header JSON 文件，双击一下它，直接把它导进来。好，这里可以看到 header 就是它，点击一下插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顶部的话，我收过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页面的话，这里已经制作好了。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把它收过来。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话，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位置的话，主要显示的就是我们一个导航栏。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把导航栏加到中间这个位置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回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后台，这是我们网站的后台。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外观，外观这里有个菜单。那菜单名字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主菜单。显示位置我们这里选择一个标题，点击一个创建一个菜单。而我们顶部的菜单栏的话，一般给大家看一下，包含比如说联系我们、关于我们博客之类的，还有我们的一些服务之类的，我们可以新建一些这样的页面。因为目前的话，我们只看到左边这里，我们只有个首页会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需要更多的页面。点击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新的页面，点击一下它。比如说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联系我们这个页面，点击一下发布。这里页面的话，我们再来点击这个页面顶部这个新的页面，再来一个。假如说，比如说成功案例再来一个发布一下，再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后台，再点击一个新的页面。这次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服务，好，同样的发布一下，再来这个 W， 再来一个新的页面。好，这就是我们刚才建的几个页面。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点击这个外观，再选择这个菜单。这时候我们看到最近建的菜单都会显示到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查看所有，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建的所有页面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勾起来，点击这里个增加到菜单栏，增加过来，好，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这里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2级菜单，比如说我们再来新建一个页面，点击这个新的页面。这个页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广告案例里面，比如说我叫这个广告设计，点击一下发布。再回到我们这个菜单页面，我们刷新一下，这里查看所有，我这里看到我们刚才广告设计有了，点击增加菜单。我们可以把广告设计，比如说拖到我们这个成功案例这里，你不要拖到前面，拖到后面拖一点，你可以看到它会比前面短一点，说明这个菜单它会成为我们成功案例的一个子菜单。点击一个保存更改。那回到我们刚才这个 header 的设计页面。我们点击一下顶部这个中间这个区域，点一下它，这个选择菜单，我们这里刷新一下，现在还没有。我们先点一下右上角发布吧，发布以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刷新好以后我们再点一下选择菜单，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新建的菜单已经出现了。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建好的就会出现这个位置，我们收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建的菜单就会显示这个样。成功案例下面有个子菜单。那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这里面有个，你看这里2级菜单，它叫它的一个子项目大概就会这样进行一个显示。这上面这个，比如说这个 logo， 还有我们右边这个文字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中间这个后面点一下，比如说我想更改这个数字，比如说联系这个页面，我点一下它，就可以改成比如说中文联系我们。这里可以加个链接，比如说我们刚才建了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我搜索一下联系，这里有联系我们。那点击这个连接选项，我们可以在新的窗口打开。下次我们点击这个联系我们的时候，它会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如果说这里面的内容你点不中，那你可以拉到这里，这里有个结构，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个容器，这里有个按钮，搜索图像框，还有这个图像框。图像框的话，这里面比如说你可以填一个你的电话，比如说0755什么123456788，大概就可以了。那下面的话，你可以填一个
你的邮箱呢填到这个位置那都没有问题啊。设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更改的一个内容，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电话，下面你可以改成你的一个邮箱啊，都没有问题。那这里是个搜索框啊，这边的话是联系我们，点一下的话，它会进行一个跳转。我们返回一下，好，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发布。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 logo， 我们点一下 logo。那如果说你还没有 logo 的话，你可以来做 logo 的话，接下来我教大家来设计一个简单的 logo。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叫做 Canva。Canva 的话，它是一个在线的一个设计工具。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我们点击这里的自定义，我们把尺寸设置一下，比如说尺寸宽度是856，高度2114，然后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设计。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打上我们的文字，比如说我这个叫做温迪有风，把这个几个字复制一下，然后在中间按 Ctrl 加 V 粘贴，它这几个字会加进来，可以把它拖大这几个点。我们可以更改这个颜色。比如说我选择前面这部分，我来更改一下它的颜色，更改颜色为我们这个绿色。绿色的话，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个取色器，放在这个绿色上面。我看一下，获取一下它的一个代码，获取了代码，它会自动复制。复制好以后，我们来选中我们前面一段，比如说我把前面一段改成绿色，点击这个文本，点击这个加号，把我们这个颜色加进来。因为我们背景是黑色，我们先把我们这个背景色点一下。我们也给它改成一个黑色，改成黑色，右边字看不清没关系，我们把它选中，我们把后面的字的话改成一个白色，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清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话再拉大那么一点啊。OK， 一个简单的 logo 的话就制作好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分享的话我们这里点击 download， 这里我们选择只需要它的一个透明的图片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里不能，因为有风用的是会员，会员的话就可以直接导出为透明图。那如果说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导出来的就有它后面的一个背景。Canva 的话，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试用会员你就可以生成这种透明图。那如果说你觉得那还有个方案，你可以去淘宝购买一个Canva的会员啊，不贵几块钱，点击 download。又或者说你下载下来这个图片有背景，你可以来到这个 remove.bj 啊，它可以直接帮你去背景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方便。你只需要点击这个按钮把你图片传进来，它会自动把你的图片的背景给去掉，非常的方便。那我们这 logo 都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个选择图像，把我们的 logo 刚才制作好的直接传进来，然后点击一个选择。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logo 的话已经制作成功。logo 上的话你也可以加上链接，比如说你可以把 logo 的话连接到任何你想连接到，你就可以 logo 连接到你的主页，比如说这是你主页的网址，你复制一下它，可以把连接粘贴到这个位置来。连接选项我们打开方式可以在新的窗口打开。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链接就设置好了。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个区域。有我们的 logo， 有导航，有我们的联系电话，这里也可以改成你的微信号，也可以。后面的话有联系我们的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的底色我们可以点一下，给点下笔把它改一下。比如说点击这个样式，颜色的话，按钮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这个绿色吧，它会变成一个绿色。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话，大概的话我们顶部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效果。顶部设置好，我们再来设计一下底部。我们点击左上角的 hamburger 这3个杠退出 WordPress， 方法一样，点击左边这个 Elements KIT， 还有选择这个 Header Footer， 点一下它，点击这里有个增加一个新的，点一下。这次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底部，中间的类型的话，我们就选择底部。这里打开一样的激活打开保存，保存以后这个就是我们底部。同样点击这个编辑按钮。点击这里编辑这个内容同样它会在 Elementor 里面打开。这个时候的话，同样的把我们刚才这个模板已经下载下来这个模板footer这个 JSON 文件的话传进来就可以了。同样点击这个加号增加选项，这里点击上传，选择文件，把我们的 JSON 文件的话footer这个 JSON 文件传进来。如果这些文件你还没下载的话，请到有风视频下方链接。里面提供了一个下载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些模板文件的话先下载到电脑上，然后这里 footer 加进来，点击一个插入，这个 footer 的话就可以看已经加载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要更改的还下里面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位置 logo 的话，点击选择文件，改成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 logo。这段文字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关于我们的内容你不知道怎么写，你可以叫 GPT 帮我们写一下。
我叫 GPT 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介绍 ，GPT 会帮我们写一个。写好了以后，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它，粘贴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下面的话，这个地方这里可以改成你的邮箱啊，这个地方直接可以改。那下面的话，这里你可以改成你的一个地址，你是在哪个地方？比如说我改成一个广东省，比如说我这里地址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改成你自己的一个公司的地址，比如说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这个电话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改成你自己的电话，比如说改成0755杠多少1234567啊，这个改成你的电话。啊，右边的话这里也可以改这个链接，比如说上面的文字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一个常用链接。那这里面的内容我可以改，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关于我们。你可以改它的链接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下，比如说关于，好，下面的话会出现关于我们，因为刚才这几个页面我已经建好了，点击连接选项，我们在新窗口打开，好，在下面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团队，那你可以把我们的团队连接到你的一个相关的链接。如果你以后链接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比如说我要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面也是没有问题。第三个的话，比如说改成什么价格计划呀，还有比如说联系我们啊等等，这里面内容你都可以自定义改。链接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加，都没有问题。联系我们，比如说我搜索一下联系我们，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建的有页面的话，你只要搜啊，它就会自动直接出来。链接选项一样在新窗口打开。好，这个部分区域的话我们改了，这些的话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里改成我们的服务啊，里面的话内容都可以改。右边的话这里，比如说这里可以改成一个邮件订阅，或者说你可以改成你的公众账号，改成你的微信啊，那你都可以。那这里面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如果它是英文啊，我用的是 DeepL 这个翻译软件，翻译成一个中文简体，然后直接复制一下，回到这里把它粘贴过来就可以了。下面的话这里比如说改成一个站位符的话，改成一个你的邮箱 ，OK， 希望大家填入他的邮箱来接受这个邮件订阅。最底部的话这里改成某某某版权所有，你这里都可以改。右下角的话还有你社交媒体的账号的一个链接，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改成我的一个，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一个链接，那都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可以把第一个改成你油管首页的地址，你可以把首页的地址复制过来。然后把这个链接直接粘贴了就可以了。当然，你这里还可以新增一下项目，不需要的话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全部我们的底部的话这样就设计好了，然后点击一下发布按钮，发布一下。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这左上角的 hamburger 这个3杠，然后退出我们的 WordPress， 退出我们 Elementor。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顶部还有我们底部的话应用到我们的首页，那非常简单。我们点击左边这个页面，点击所有页面。刚才的话我们已经设计好我们的首页，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我们点击顶部这里中间设置的话，左边选一下，选择页面布局，我们选择这个 Elementor 全宽，马上它整个页面的话它就会应用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们顶部的话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发布按钮，你可以刷新一下你的首页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首页是不是现在已经变了？让我们拉到我们最底部，你看最底部的是不是所有信息都有了？这个导航栏的话，我们点一下，比如说点一下关于我们，它会自动跳到我们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但关于我们的页面，你可以看到顶部的话看起来还不是很舒服，是不是？同时我们也要编辑一下，还是一样点击页面所有页面。在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也是使用这个 Elementor 进行编辑，我们也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页面布局的方式。每个页面的话，我们都需要改一下，还是点击这个设置的话，左边这里一样的选择布局方式，选择 Elementor 全宽，设置好一看顶部没有问题了，点击一下发布，收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现在关于我们的页面底部的话都没有问题，那其他所有的页面都像我们刚才这样设置一下都可以了，都要改成了我点击这个设置，改成这个 Elementor 全宽，那都可以。在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比如说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复制到我们首页来，那我们可以选中它。你说这个区域不错，我们想把这个区域移到首页，那也没有问题。那我们点击这6个点，这里有另出为模板，这个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关于我们有个区块，我们可以保存一下。那这里有个关于我们这个区块已经有了。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首页，这里点击一个增加模板，这里我的模板点一下它，
在这里有个关于我们的区块，点击下插入，应用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区域的话就被复制过来了，整个区域的话就会复制过来。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结构，可以把我们点击这个眼睛，我们可以确定一下刚才这个区域是不是这个位置的，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把它挪你可以直接拖动拖动到任何位置下面的可以，比如说我拖动到服务的下面了。就是这个服务的下面它会直接显示到我们这个位置。总之，右边的话区域你可以随便挪。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大概我们的首页，你看，最终设计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往下面拉没有问题，再往底部都有，该有的都有。如果说这个你不需要，你可以把它删掉。这个首页的布局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设置，这里布局方式，我们也改成一个 Elementor 全宽。这样我们顶部你看就已经显示的没有问题了该有的都有了。点击右上角的发布，好，我们点击这个眼镜，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现在的话，我们整个首页的话，顶部菜单栏中间这个轮播图，这里有个我们是谁，还有我们的关于我们，下面的一个我们的作品最底部有一些客户评价还有我们的底部的一些信息都有了。整个首页的话看起来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专业。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制作一下，比如说服务这个页面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页面，所有页面在服务这个页面的话，点击下编辑这里同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页面布局的话，进来我们要首先第一步要改一下，点击这个设置，这里有个页面布局，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Elementor 全宽这样的话，我们整个页面的话就显示正常了。这个页面顶部的话，我们不用从头开始设计。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到我们首页关于我们页面，我们可以把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这一部分的区域内容的话，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在关于我们页面，把我们整个顶部关于我们这个区域的一个容器的话复制过来。我们点击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我就是banner这部分，我们点击右键进行一个复制。回到我们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粘贴你可以看到直接粘贴过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我这个叫做品牌设计 ，OK， 这个页面就是品牌设计。因为我们可能做设计不光是品牌设计，我们可以广告设计、产品设计等等，这个可以根据你的服务来。关于我们这里的话，也可以改一下，这里改成一个品牌设计。相当于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你是在我们的品牌设计的页面这个颜色的话，在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笔，点击这样式我这里有个文本，我们把这个颜色的话可以改一下，这里颜色我们改成一个绿色吧。大家可以看到字的话，它会变成绿色。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新增加一个容器，拖到这里面来。这个容器我们可以命名一下，点击这个结构，这个容器我们重新命一个名，比如说叫做一个品牌设计。箭头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右箭头，然后这个不需要，我们暂时关掉。间距我们来设置一下，间距的话，我们先给它改成0吧。我们点击这个高级这里类距，前点这个链接，取消一下，我们来设置一下数字为100，然后10，然后再来个80，再来个10。在这个容器里面的话，我们再来拖入一个子容器，点击这个加号，把这个容器的话直接也拖进来。这里的话，容器布局我们内容宽度我们选择一个全宽度，宽度的话，这里比如说我们设成25%，这个用百分比我们设成一个25%。箭头的话，我们选择这个下箭头，再拖入点击加号，再拖入一个子容器进来，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边框我们选择边框类型，我们选择一个实线。宽度这里我们设置一下，点击一下这个链接，我们改成一个1。等一下呢，我们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这边有个这种线条，先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线条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 Elementor 进行一下设计。这个颜色的话，我们来改一下边框颜色，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用6个 F， 1、2、3、4、5、6，两个3，就是有这种透明、这种灰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你最好点击这个加号，先把这个6个 F 1个3存下来，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调用。当你保存点了这个加号保存以后，下次我们直接就可以点击这个自定义，选择这里，比如说6个 F 1个3，直接调用，就不用再输入这么一长串代码了。这个布局，然后我们点击加号可以拖入一个文字进来，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叫做
我们提供的服务列表。标题的话，我们改成这里 H4。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这里有个布局，编剧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这里外局是外局，这个点一下。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8，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边框，边框的宽度，边框类型的话我改成一个实线，边框的宽度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下1这下面只要一个1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每次改的话，4个数字会一起变，你记得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点到它以后，你改一个数字，其他数字就不会进行改变。边框的颜色的话，我们来改成一个，还是我们点击4个 F、6个 F、2个3，还是选择这个透明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有点这种效果。看到这个条线条没有？我们刚才制作好的2个线条继续收回来。这标题下边的话，我们来拖入这下面的话，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拖入一个按钮，直接拖到它这个下面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文字，比如说改成一个品牌设计。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排版。字号的话，比如说我改成一个18，行高我们来设置一下，先把这个 PX 改成 EM， 行高我设成1，点这个笔收起来。背景颜色的话，我们改成透明，点击这个经典。这里颜色我们拉到最左边，把它改成一个透明。文字颜色我们改一下，文字颜色我们改成这个白色的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就看得清楚了。那边框类型的话，同样改成一个改成一个实线。边框的宽度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下1，这里就可以了。边框颜色我们来改成一个，也改成一个透明，拖到最左边就是透明了。边框的圆角我们设成一个0，类距的话我们来设置，类字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下2。如果说你改一个，其他全部跟着变，那先改成一个0，点一下右边这个键连接在一起，改成一个下2，其他的全部是0就可以了。这里有个悬停，我们来点一下。当我们的鼠标放到它上面的时候，悬停它会进行一个颜色的更改。文字颜色，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绿色，这里边框颜色我们也改成一个绿色。这样鼠标你看放到上面以后，你可以看到别个当我们鼠标放到上面，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横线，文字会变成一个绿色非常的有设计感。那我们再复制3个出来，点击这里有个复制1个。再复制一下，复制3个出来，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这个内容。比如说，你还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你们公司还提供比如说产品设计，还提供了一个广告设计，还可以提供一个 SEO 优化等等。这个根据你公司提供的业务来。比如说，我把中间的字也改一下，把这个文本第2个的话改成一个产品设计，第3个我也可以改一下，第3个可以改成广告设计。最后一个我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 SEO 优化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我们收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放在上面以后，它会进行一个颜色的变换。再点击加号，再拖入一个容器进来，拖到它们这个下面。箭头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右箭头，主轴对齐，副轴也是居中对齐。再点击这个高级，先点一下这个链接。上的话，我们改成一个55。离上面的话稍微远一点。类距的话我们再改一下，类距我们改成一个上100，下的话也改成100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有边框，边框也圆角的话我们设成一个15像素吧。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拖入一个按钮的进来，按钮图标进来。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刚才这个容器，我们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经典，那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话加一个我们团队的一个照片。点击左边这个选择图像，那我们可以传一张我们团队的一个照片进来，比如说我选这一张，把它全部加进来。加进来后，这里分辨率我们选择一个原图，位置的话选择一个中心居中，下面这里选择不重复，显示尺寸，显覆盖。这个按钮的颜色我们最好改一下，改成我们这个主色调这个绿色。我们点击这个笔，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我们这个按钮如果说这里它每次都显示这种灰底的话，我们最好在全局里面去设置点击站点，站点的话这里有个按钮，按钮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下我们按钮的颜色，我们改成这个绿色，你看它这会改成绿色。那下次的话我们就不用每一个单独改了。点击这个叉关掉，这里点击个保存，记得右上角这个发布点一下。右边的话我们来加内容，右边内容同样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容器，那我们直接拖到这边来，
接下来我们增加一个新的容器在右边。那怎么做呢？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容器，直接拖右边的话没反应，往左边拖到这里，你看这里有一条很长的这种竖的一条紫色边框出现后，我们放你可以看到出现这样一个框。我们来移动一下它的顺序，我们点击这个结构，那我们只把这2个位置的话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框的话，它就跑到我们这右边来了。这里方向的话，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右箭头。这里全宽度的话，我们改成一个75%就可以了。这个宽度的话，我们改成75%。那箭头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下。点击这个高级，我们设置一下外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上1/10，右1/10，下1/10。左边的话，我们改成一个60，距我们左边稍微远一点。我们收起来，大概看一下这个区域的位置。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拖入一张照片。拖入一个你们公司的一个好看的照片，左边这里图像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个选择图片，来上传一张比较有设计感的照片，直接拖进来比如说我拖的这张照片。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高级，然后这个外距点一下，我们下设成一个25。下面的话，我们再拖入一个文本框，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左边这个文本编辑器，我们拖到它的下面来。因为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可能做的就是这个品牌设计相关的内容，可以叫 GPT 针对我们品牌设计帮我们写一个简介。那这个的话，可以根据你的行业来，那你可以比如说写一个关于你们公司什么品牌设计的介绍。那 GPT 的话，它就会帮我们写，我们直接复制一段，直接复制好以后，直接粘贴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它会出现在这最下面。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高级的话，这里我们设置一下外距的话，我们下的话改成一个-5，因为它离我们下面远，我们让它收上去一点。我们再加一个加号，拖入一个标题，拖到这个下面来。我们接下来做这个，比如说常见问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加进来以后，你这里可以改，比如说有问题为你解答，或者说你改成一个什么常见问题等等都可以。这边的话，我们改成一个 H3，稍微小一点。再点击这个高级，切记这个外距的话，我们离下面的话5不要。那如果说你不设的话，它下次会离我们下面的内容会非常的近。再点击这个加号，这次的话我们搜索这个 GKIT， 我们这次搜索这个 ACC。大家可以看到 GKIT ACC ORDION， 我们把这个的话拖到它这个下面来放。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话，就是你可以点击这个，你看可以收起来，就是这个也做起来非常好看。一些常见的问答这个区域，那你点击这里，你看它会收起来。这边的话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个颜色的话，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需要来设计一下整个这个区域。这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先改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内容。那如果说你还没准备好，你可以叫 GPT 帮你生成一些。我可以叫 GPT 帮我生成一份常见问题，那 GPT 的话会帮我们生成。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品牌设计包含哪些内容？复制一下它，然后来到这个页面，比如说点击我们左边这里第一个标题，我们粘贴进来，你可以看到它会显示。然后我们问答里面它会有答案，答案的话我们直接复制过来。这个可以根据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填。因为这里的话，我用 GPT 演示的话，它生成速度会很快，你看加进来就有了。第二个的话，一样的，我们把 GPT 生成的内容的话，直接改过来，那就点击第二个，把我们的标题粘进来，我们的一个答案的话复制进来，点击这里把收起来，选择我们第三个，一样的，我们常见问题。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去写的话，这些真的有点麻烦，你没有点口才，没有点文字的功底的话，其实是很难写的。同样的，我们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区域的内容的话也设计好了。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这个区域的一个效果。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有 wrapper， 这里改成一个下的话，改成一个15。你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话就会隔开，如果你不设的话，它就全部挨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们这里设一个下15，收起来。我们这里有个 title， 我们设计一下我们标题显示的一个样式。title 字号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笔的话，我们可以说改成15，稍微小那么一点。行高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30px，是稍微分开一点。
点击这个笔收起来。这里有个 Open 有 Close 还有 Hover， 就是对应的打开状态、关闭状态或者鼠标放在上面3个状态它们显示的一个颜色，我们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来先设置一下我们 Open 打开状态下。Open 的话，这个颜色我们改成一个，比如说改成白色。我们点开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我们的字会变成白色。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设置一下背景的话，我们改成一个透明，点一下它。颜色的话，我们点一下这里，拉到最左边，它会变成一个透明的。你可以看，现在打开以后，它会变成透明。那打开的 Open Border 我们再设置一下。Open Border 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实线。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改成一个边框宽度，我们改成一个下改成1，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颜色的话，我们还需要来设置一下边框的颜色，我们点击一下，同样点击在前面，默认使用6个 F 2个3，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设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下面有一条横线，一条灰色的一条横线在下面，上面的 Open 的一个颜色，我们这里的话可以改成一个绿色。我们点击这里，我们改成一个绿。我们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上面的话，打开以后我们这个颜色会变成绿。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我们这个 Close， 我们关闭，这个现在处于关闭的状态，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关闭的话，比如说我们这里颜色的话改成一个白色吧。背景的话，类型的话，同样我们改成这里一个透明背景，点一下这里，拉到最左边，让它变成一个透明的一个背景。边框类型同样我们改成一个实线。宽度的话，我们设置一下设为1。同样颜色，我们的边框颜色我们来设置一下6个 F 2个3。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话，这会有一条线。这里的话，我们只要下面一个1，前面的话这几个我们不要，这些变成0。你可以看到它只有它下面的话有一条线。那我们把这个 title 收起来，让我们看这个 description， 就是一个描述。第一个的话就是 padding， 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上下的话，我们都改成一个15，居上居下的改成一个15。那么标题里面也有个 padding， 标题里面也有个 padding， 我们来设置一下标题的 padding， 改成一个下15就可以了。把这个设置一下，这里下改成一个15，就我们下面15。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看一下效果。你可以点开，那里面有我们显示的一些信息，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好看。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点击这个加号，再拖入一个容器放在它的下面。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区域，我们点击拖容器，我们点击高级类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全部改成0就行了。再拖入一个标题，点击这个加号，把我们这个标题的话拖进来。这里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写上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优势之类的。你可以对我们上面的，比如说你这个页面是做的品牌设计，你可以对你的优势，你们做品牌设计有什么优势，那写到这个地方来。比如说这里填入我们的优势，复制一下上面这个问题的样式，我们点击右键复制，然后这话在下面点击右键只粘贴它的样式就可以了。我们也用这个 H3， 我们再点击这个高级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外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下，改成10吧。在下面的话，再点击这个加号，拖一个容器，再拖到它这个下面来。在箭头的话，我们改成这个右箭头。我们再点击高级的话，我们需要设置一下类距。类距的话，我们只用设置下的话，改成一个45。的话，我们再点击加号。我们这里搜索一个图标，选择这个图标列表，直接拖进来。那我们删掉2个，留下1个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比如说我这里改成一个丰富的行业经验之类的。这图标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图标的样式。那里面有很多，你只要搜索相关的英文的话，一般会找到很多。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这边我们选一个，然后我们再点击样式列表。这个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下面点击这个图标，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前面这个图标的大小。尺寸的话，我们这里改成，比如说改大一点，改成20。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颜色我们改成这个绿吧。那文本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文本点一下文本。文本字号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改成18，改成一个18。颜色的话，我们稍微改一下颜色，改成白色就可以了。好，可以显示成白色。再点击这个高级。宽度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有宽度，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自定义。这里的话，比如说我是比，我设50%，我设置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宽度。再点击这个比，我们可以再复制2个进来都可以。
点击这里后面这个笔这里，复制再复制一个，选择外面及左上角这个结构。结构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容器，帮我们3个图标这个容器，点击布局。布局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下它会从左边1排变成一个3排，变成一个下的这种状态。大概的话，这里就会显示你的内容。这里面的东西的话，你都可以更改一下。可以叫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那 GPT 的话会帮我们写一个，那我们可以随便复制一下，因为有点长，我改一下。我说每个优势用1句话来帮我们来写一下，比如说我复制一下第1段，直接可以粘贴到这，点一下这里，点击内容，把这个内容的话字的话改一下，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它会直接加进来这个宽度的话，我们可以再点击这个高级，把这个宽度改成80%70%70%吧它会显示长一点。那第2个的话一样的，我们把后面这个内容的话直接复制进来就可以了。那原理和方法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你还想增加这些内容的话，直接点击这个新增项目就可以了。下面我们可以把上面点击复制一下，把上面的样式的话点右键粘贴到下面来，它会3个的话样式就会变成一样。我们点击发布。那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显示的一个效果。那这里面的图片的话，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改成一张其他的都没问题随便改一张，比如说我改成这种效果，那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做最下面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再点击这个加号，推荐拖一个新的容器在它这个下面来拖到它这个下面来。这箭头的话改成一个右箭头，主轴我们改成一个居中对齐，选择这个样式的边框这里我们内线我们改成实线，宽度的话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上1，颜色我们同样改一下，颜色我们选6个 F 2个3，这个选一下它，再点击这个高级的话类距我们来改一下，类距我们改成一个15，我们再来拖入一个，比如说我们搜索这里有个图标框，我们搜索直接拖进来。这个图标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图标，比如说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向上 up， 就这个箭头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图标点一下它插入进来，它会到我们这里。这文字信息我们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改成上一个，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导航的一个地方我就像我们之前设置好的，点击上一个它会跳转到我们上一个页面，点击下一个它会跳转到我们下一个页面。今天有空教的虽然有点复杂，不过当你真的学会以后，那你基本上可以掌握 Elementor 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用法。那我今天基本上都会讲到，所以说你们今天一定要，所以说你们可以多花点时间，花个几天慢慢学都没问题。那下面的信息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上一个页面叫做广告设计，那我们点击这个样式图标位置的话改成左，就是这个箭头我们放在左边，垂直的话为中间左边放在中间的位置。点击这个图标，这个颜色的我们改一下，图标的颜色我们改成这个白色。全体将我们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它可以变成那个默认的让它变成一个绿色。就鼠标你看放在上面，它会变成绿色。尺寸呢，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20，它会稍微小那么一点点。旋转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改成一个-45，你可以看到它就大概变成了这样一个斜的向上的一个箭头，表示我们上一个页面。那我们收起来，我们再点击我们这个内容这个区域，内容标题的字号我们来设置一下，点击这个排版，字体大小我们改成一个15，行高的话我们也改成一个15，点击这个笔颜色的话我们来可以改一下，标题的颜色我们也改成一个绿色。那下面我们这个描述的字体大小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还是点击这个排版，字号的比如说我们改成22，行高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个22，点这个笔收起来。然后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白色吧，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它，点击这个笔，这里可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再选中我们装我们这个图标的这个容器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你点击这个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选中了这个容器，没问题。选中这个容器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布局主轴对齐，这里有个我们选择第4个它会叫做首尾无内部灯
间距，那就是这个左边右边一样，一边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更改一下我们第二个这个图标，我们点中它。那这个上一个机制的话，我们改成下一个。那样式这个图标的位置的话，我们可以改成右边。然后图标的旋转角度的话，我们点一下它。角度的话，我们直接改成45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式。啊，这个页面的话大概就设计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非常的好看，有专业。来点击一下它，它会显示我们里面的内容。收起来，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右上角的发布。这里面这些链接的话，我们都可以加，比如说这个区域的链接都可以加。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加。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其他页面，比如说移动端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平板电脑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我们手机端，手机端的话也没有问题。我大概看一下都还可以。那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优势，那这里有个高级，还有自定义。那比如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那里面的内容你看有点变成一堆了。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自定义宽度这里，我们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改成100，这里我改成100%，点成百分比，我们改成100%。啊，这样的话它会显示宽一点。啊，帮我们给格式，我们复制这个格式，点击右键的复制，直接粘贴到我们下一个上面就可以了。那这个区域，第二个的话，我们直接复制这个格式，点击这个笔，这里有个复制。啊，在下面这个笔上面点击这个右键，这里粘贴样式，直接粘贴进来。下面这个一样，点击右键粘贴样式。啊，这样的话它会拉通一点，下面的话都没有问题。那点击下发布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桌面端，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Hamburger， 然后退出我们的 WordPress， 我们来设计我们下一个页面。这个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因为我们刚才做的是一个品牌设计的这个页面啊，点击下保存，再点击，比如说使用 Elementor， 我们再进去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的话复制成一个模板。比如说，我们下次做我们这个产品设计、广告设计或者 SEO 化设计的时候，那我们全部都可以调用这个模板。我们要做的就是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发布，这里有个倒三角，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的话存储一个模板，比如说我改成一个单个服务模板，我们保存一下它。这样的话，我们你看这里已经有了，这样我们整个页面的话就会保存为模板。下次我们做其他页面，直接可以进行调用，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一个速度。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联系我们，你可以给它加一个链接，比如说联系我们 ，OK， 它等一下会直接跳转过去，点击这个设置，在新窗口打开就可以了。啊，发布一下。啊，接下来我们点击这3个杠，然后可以退出。因为我们刚才设计里面还提到，我们还有产品设计、广告设计、SEO 优化，我们可以再做这3个页面来试一下。点击这个 W， 那同样的，我们点击页面，这里有个新的页面。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命名为，比如说产品设计，点击一下发布。啊，再点击 W， 再来一个新的页面，比如说这个页面叫做广告设计，同样点击一下发布，再来一个页面，比如说新的页面，这个页面的话我叫做 SEO 优化，这些都是根据你们实际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来做，我这里只是演示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点击这个 W， 那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页面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做的页面都在这里。我这次的话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个，比如说关于产品页面，我们来做一下。点击这个编辑，点击这上面使用 Elementor 编辑，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增加模板，这里有个我的模板，把我们刚才这个单个服务模板直接插入进来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直接把我们刚才整个页面加进来了。接下来你看。啊，整个页面你看已经全部变了。我们点击这个设置的话，这里 Elementor 全宽啊，直接也帮我复制过来。你直接点击发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页面是关于产品设计的，比如说这个品牌设计的话，我就可以改成一个产品设计。下面这个品牌设计这个字的话，我也改成一个产品设计。这个页面的所有内容的话，改成你相关的，因为我们刚才是进行复制的。比如说我这个页面的话，做的是一个产品设计页面，比如说这个产品设计，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笔，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我们来更改一下文本的颜色，比如说在这个页面，那我们直接改成一个绿色。点击这个排版，排版的话，我们可以跟它加一个下划线，
文本装饰，我们给它加个下划线。大家点到这个页面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现在正在这个产品设计的这个页面。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加链接，比如说品牌设计。这左边的话链接，我这里可以搜索一个品牌，这里有品牌设计的链接直接就会出现。因为我刚才的话，我们在后台的话已经把这些页面已经建好了，所以说你在这里搜索的时候就能找得到。如果说你没找到，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复制你相关页面的一个链接，比如说我复制这个链接，粘贴到这里面来也是可以的。这里连接选项一定要改成一个在新窗口打开。第二个是产品设计，本来就在我们这个页面，我们这里也可以设置一下，点一下这个笔，连接内容。这里我们搜索一个品牌，这里搜索一个产品设计，点一下它。我们就不用在新窗口打开，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页面广告设计。这里搜索一个广告，这里有广告设计，我们加进来。这里有 SEO， 我们来搜索一下个 SEO。SEO 优化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每个都加上链接。这里的话也可以加链接，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联系我们，改成一个联系我们。同样的话，给它加上一个连接联系我们。可以了。链接选项在新窗口打开。下面这里可以加链接，比如说我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里链接，比如说上一个叫广告设计，我这里搜索一些广告设计。下一个的话叫什么内容？比如说下个叫做 SEO 优化没有。那链接的话，我们这里就搜索一个 SEO， 把这个链接的话加进来。同样的，最好点击这个连接选项，在新窗口打开。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网站的这个链接的话，我们就已经加好了。下次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相关链接，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做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这个我们产品设计页面就做好了。以此类推，把我们刚才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产品设计、我们的广告设计、SEO 优化这些所有页面都改一下。里面的内容的话就改成对应页面的一个内容就可以了。方法和原理和刚才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更改里面的内容。我们点击这个 Hamburger， 我退出当前的一个设置。点击这个 W， 我可以直接来到后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站点的一个首页。站点首页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产品设计页面、SEO 优化页面，或者说一个广告设计页面，加到我们的一个服务里面来。我们来试一下。那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外观，这里菜单。菜单的话，这里我们比如说可以制定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的文字叫做服务。这个网址的话，我们这里点击。就设置一个井号键就可以了。井号键意思代表它是个链接，但是它不跳转，增加到我们的菜单栏。这里加进来了。我们再点击上面，这里有个页面，这里查看所有页面，把我们刚才设计好的广告设计、品牌设计、SEO 优化，还有我们的产品设计，这几个页面的话，直接来增加到菜单。增加到菜单以后，我们把它统一拖到比如说我们的服务这下面，你往右挪一下就可以了。它会挪到我们这个服务下面。我们还可以把整个区域挪到我们首页的下面第二个位置，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首页，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效果。保存菜单，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点击查看站点。如果说你点击首页以后，这里没有反应，那怎么弄呢？我们需要这里设置，我们点击这个插件。插件的话，这里有个缓存插件，我们先启用一下。启用以后，我们再点一下禁用。因为有时候我们电脑有一些缓存，它可能不能及时展示。我们再点击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刚才的话是不是已经出现服务？服务里面我们做的，比如说我们还提供一些 SEO 优化服务、产品设计的服务、品牌设计的服务，还有广告设计。比如说我点到这个品牌设计，它会跳转到这个品牌设计的页面。这里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在这里可以点击上一个、下一个，这些链接的话都可以点，这里也可以点。没有问题，点一下它会直接跳转到联系我们页面。因为联系我们的页面还没有做，等一下我们做好了再来试，看起来就很舒服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制作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因为我们做一个网站的话，肯定是会遇到写文章的。那我们来制作一下。首先我们点击这个页面，点击一个新的页面。这里我们命名一下叫博客，点击一下发布一下。顶部的话，我们这里选择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来到我们的博客页以后，第一步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页面点击左上角这个页面设置，拉到最下面，这里布局我们改成 Elementor 全宽。最上面的 banner 的位置的话，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做，那我们可以来到其他页面，比如说把我们这个页面的最顶部的话，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怎么样复制？我们点击这里，随便找个点开一个我们之前设计好的页面，然后使用这个 Elementor 进行编辑。这个区域的话，我们把它复制过去，我们选中这个区域。那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个，点击左上这个结构，就是我们顶部这个 bar 的部分，点击一下复制，还有来到这边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这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改一下，这个改成博客。第二个的话，在下面这里的话，我们也改一下，改成博客啊，告诉大家这个是在博客的页面。然后我们在下面的话，点击加号，我们增加一个容器，在它的一个直接拖进来，在下面增加一个容器。这个箭头的话，我们改成这个下箭头。我们点击高级，高级的话，我们这里类距来设置一下。类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10，第二个的话改成一个10，第三个我们改成一个80啊，最后一个我们也改成一个10。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我们这里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 post block，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这里面的话，它一共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模板，那每个模板的话，它显示的一个效果的话，肯定略有不同。这个样式的话，它一共提供了5种，我们选择第5个。那大概长这个样。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来设置一下它。往下面，那我们这里的话，把后面的这些不要的删掉，我们只留下这个 title 和我们这个 meta。我们把 meta 的话移到我们的 title 的前面来。那列数的话，我们改成一个3列。这个 title 标题我们选择这个 H4。分类这个的话，我们把它禁用一下。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post meta， 就是我们文章的一些信息。enable post meta author 就是显示作者，我们不显示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关掉。如果你要显示作者，你可以把它打开。那如果为了简洁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关掉。然后这个标我们不需要，我们把它删掉。我们尽量的话，让我们这个地方看起来更干净一些。我们点击设置，文章的数量这里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设置显示成6篇文章。那等一下的话，我们文章发布以后，它就会显示这6个文章。我们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 post， 就是文章的了，选择这个 post item。这个 gap 的话就是2个文章间距，我们改成一个30。来个我们这个封面图，我们点开，让我们这个渐变背景的一个覆盖，我们选择这个渐变的一个颜色。这个渐变的 overlay 我们改成一个透明，点击它。拉到最左边，它就是一个透明。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渐变类颜色，我们选择一个渐变颜色，我们选择透明。这个次要的颜色，我们选择一个灰色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我们可以收起来。主图 container 我们点一下，这是我们主图。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主图的一个容器。主图的容器的话，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高度的话，我们改一下，让它稍微高一点，我们可以改成345。再看我们最下面有个 title， 我们再点开一下，就我们这个标题，这个编剧的话我们设为0，字号我们可以来改一下，点击一下这个笔，我们字号的话，比如说标题我们设成24，这个字的话稍微大一点，行高改一下，再改成 EM， 改成 1.2 就可以了。那点击笔收起来，这个 normal color 我们把这个字的颜色改成白色。全体颜色我们改一下，当我们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让它变成绿色，大概就是这样。这里有个 post meta， 我们再来设置一下。字号的话，我们来首先设一下，点击这个笔，字号的话，我们这里改成一个16吧，那就是我们显示日期这个位置。行高我们改一下，改成25。颜色的话，我们来设一下，点一下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改成绿色。这样，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大概设置好了，点击发布。等一下我们文章发布以后的话，它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区域。这时候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我们先复制一下我们首页的一个网址，在首页打开网址，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这里我们可以文章，这里写文章。写文章的话，如果说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写文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下我们的标题。我们打开ChatGPT， 把这个提示句发送给他。我说帮我写一篇关于广告设计的标题。GPT 的话会帮我们先写好一些标题出来。我们可以随便从中间复制几个标题，然后写到我们的文章里面，点击发布就可以了。我们先写6篇，等一下我们写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设计的页面长什么样。还是点击这个 W 回到后台，我们这里的话就继续写文章。那最开始的话，这个文章 Hello World 的话是 WordPress 自带的一篇文章，不需要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这里继续点击写文章，复制一下我们下一个文章的标题，复制6个进来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发布。我们先写标题写进来，等一下的话内容的话我们再来写，内容的话等一下我们会使用一个模板来写。写文章的时候，这里有个设置特色图片，我们可以帮我们每一个文章的话设置一个封面图，就在这个位置，点一下它，可以选择你要设置的封面图，随便比如说把这个设为封面图，发布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封面图就可以设置。在下面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分类，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个新的分类，比如说这个文章主要分类的这个广告设计，我把它分到这个类目里面，点击一个新增分类，把我们这个勾上，广告设计这个勾上，点击一下保存就可以了。相当于我这篇文章就放到我这个广告设计这个文章分类里面。那每一篇文章的话，我们都可以点击右边这个设置特色图片，给它加一张比较有创意的封面图，设置好点击保存就可以了。每一个都来设一个。好，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写的6篇文章6个标题的话，我们暂时把它写好了。回到这个页面，那我们点击右上角最要发布保存一下，让我们刷新一下，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写的文章的话，它自动会被加载进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我们刚才的文章的话也被加进来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封面图的话不是很清晰，有点模糊，没关系，我们来改一下设置，选中这个区域往下面拉，这里的图片分辨率你看它这里很低，我们设为原图就可以了。设为原图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分辨率是不是高非常多，点击发布，那点击这收过去，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我们这个博客页面，看起来非常的舒服，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封面图，再加上一个好的标题，那我们在文章页面的话看起来非常的好。收过来，当我们电脑端做好以后，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移动端有没有问题笔记本端没有问题，平板端一行只显示一篇文章也可以，手机端我们再来看一下都适应的非常的完美没有问题回到我们的桌面端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hamburger 这个图标，然后退出 WordPress。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我们单篇文章显示的一个样式。我们点击 W 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点击这个文章，这里有个所有文章，我们随便点开一篇文章来设置一下我们单篇文章显示的样式。我们点击这个编辑，顶部的话，我们这里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方式一样，点击顶部这个设置。这里的话，我们改成一个页面不局限这 Elementor 全宽。那现在的话，我们再设置一下我们文章的内页。接下来我们需要导入我们之前的话一个模板，已经下载了电脑上这个模板。如果说你还没有下载的话，视频下方有一个链接，专门可以下载有准备好的这个模板。我们点击一下这个中间这个增加模板，点击这里上传，这里点击中间这个，点击我的模板，点击这里有个上传，这里选择文件，导入我们这个 single blog post， 打开。这里的话找到我们这个 single blog 插入一下，把这个模板插入到我们的网页当中去。这里可以看到最上面的话显示的是我们的标题，然后的话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模板，这上面的话这个图片是我们的封面图，下面的话就是我们文章页。接下来要做的你就是更改一下里面的文章内容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这个标题叫做这个，你的标题比如说创意广告设置，塑造品牌独特个性，那你可以回到 GPT 你说请根据第4个，因为我们上面的话它这个是第4个，帮我写一篇文章，我们直接发送给他就可以了。那 GPT 的话它会根据我们这个内容帮我们写好一篇文章。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篇文章内容，比如说第1部分复制一下它来到，那把我们这最上面第1部分更改一下里面的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第2段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复制第2段信息粘贴到我们的第2部分都是一样的。那第3部分的内容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里面所有你想要的内容的话加进来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以此类推，可以把我们下面所有的内容的话都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这个标题部分我们选中它，那也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标题这个区域的部分，看整个文章这样改写下来就可以。比如说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再来一个创新广告的设计未来的趋势，把这个标题改一下，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也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选中它粘贴进来里面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改最终改成你自己的这个文章的内容就可以了。整个页面你看下来那就非常的舒服，图片这些都可以更改
你这个里面的照片你也是可以改的。你点击一下它，左边这里选择图像，可以把你的照片直接放进来，没有问题。你看放进来后，它会直接插入到这个地方。右边的话，它会显示我们这个分类。这个字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改成比如说分类。文章的话，属于哪一部分类，它会显示。这个地方也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这个改成一个最新文章，因为这个地方显示的是我们一些最新发布的一些文章会在这里。搜索这个区域你可以来改一下，搜索里面你可以加2个搜索2个字，人家知道就可以从这里进行搜索。全部做好以后发布就可以了。这就是发布文章写的一个形式。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你每发的一篇文章在里面进行一个更改布局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模板设计的出来比较的好看。那么点击左上角的汉堡盖退出，再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以下这些全部每一篇文章都更改一下就可以了。方法的话和我们刚才这篇文章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我们的下一个页面。下一个页面呢，就是联系我的页面，我点开来看一下。联系我的页面大概的话也是长这个样，里面有我们的电话，可以提交一些信息，有地图之类的，我们来一起来制作一下。首先我们点击左边这个页面，所有页面。联系我的页面的话，我们之前已经新建好了，直接点击这个编辑按钮就可以了。点了编辑，我们点击顶部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同样我们先点击这个设置按钮，把左边这个页面布局选择成 Elementor 全宽。这上面的内容的话，和我们之前制作的上面的话其实是一样的。上面我们不需要重新来做。就说刚刚之前我们这个关于页面，我们点一下，这个顶部是一样的。我们这里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把上面这个区域的话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打开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点击顶部这个区域。你可以点击这个结构的顶部的话，就是我们扒了这个区域，点击右键复制，回到我们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点击右键粘贴进来。这上面的内容的话，字我们改一下，这里改成联系我们。下面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地方，这里也改一下，这里也改成一个联系我们。下面的话，同样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增加一个容器拖到这个里面来。箭头的话，改成的方向改成右箭头。然后在里面的话，再点击再加好容器，我们再拖入一个子容器进来。箭头的话，同样方向是右箭头，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边框，边框的圆角的话，我们改成25。再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类距。类距的话，比如距上的话150，后面的话全部改成60就可以了。再拖，我们再点击加号，再拖入一个子容器在最里面，回到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把我们这2个小标题的话复制过来。把这2个标题的话复制过来，点击这个笔上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直接在中间粘贴。第2个的话我们也复制过来，在这个笔上面点击右键，这里复制，回到我们页面，点击右键，这里粘贴直接粘贴进来。下面的这个内容，中间内容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联系我们共创品牌回访，这个文字的话你可以随便打。这里关于我们的话，你这里就改成一个联系我们。我们再拖入一个，再点击这个加号，这里容器，我们再拖一个容器在它的下面。在箭头方向我们选择右箭头，间距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设置成15。负责对齐的话，我们这里选第一个选择这个开端，我们再点击左右上角这个高级。类距我们来设置一下，点一下这个取消。类距的话，我们下的话改成一个10。我们再拖入一个图标进来，点击这个加号，这里我们搜索这个图标，直接把这个图标拖到里面来。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样式，然后点击样式，对齐方式我们选择左对齐。白色颜色的话，我们改一下颜色，我们改成白色吧，它会显示成白色。字号尺寸的话，我们改成一个26。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高级，我们点击这个外距上的话，我们改成5。内距我们再改一下，先点一下这个内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6，有的话也是16。第3个的话，我们设成6。最后一个我们也改成一个16，大概的话它会在中间向下的一个位置。宽度这里我们设置一下，宽度我们改成这个行类 Alt 我们选择它。下面边框我们来设置一下，拉到下面这里有个边框，边框的类型我们改成实线。边框的宽度我们改成一个1。然后颜色的话，外面的边框颜色我们可以改成这个绿色。圆角的话，这里我们设置，这里改成
百分比设成50%，它会成一个圆形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这个图标样式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内容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我们点击图标库，这里的话，比如说，因为我们这里设电话号码，我们这里搜索一个 phone， 搜索电话，我们找一个电话的图标进来，比如说这个插入进来这就是里面有个电话的一个图标。好，我们再点击加号，我们点击这里的容器，在它的右边的话，我们来放一个右边放一个容器在它右边放入一个容器。最小高度的话，这里我们这里填一下最小高度，改成一个300px。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类距的话，我们改成一个0。比如说再点击加号，我们再拖入一个标题进来，拖进来。标题的话，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H4， 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的话，外距改成0就可以了。那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改，比如说这里可以填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我是0755-12345-678这个可以填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我们下面的话再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拖入一个文本框，放在它的下面。里面的文本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有任何问题欢迎来电咨询这里可以填入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再点击这个高级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外距上面呢，我们点击一个负5，让它稍微往上面靠一点距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5让它收拢一点。选择整个这个容器，点一下它，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电话号码这个容器，点一下它。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布局的话，宽度我们设一下，比如说这里选择 px， 宽度我们改成一个300。最小高度的话，这里的话不填。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有点宽，中间这个容器我们选中它以后，那我们点击这边这个中间这个容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择我们这中间这个容器，也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容器，我们选择我们右边这个容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最小高度。这里的话，我们把它改成0，因为我们之前跟它设成300了。最后一个容器的话就是专门，那我们一定要把右边这个打开，我们最后一个容器。那这里宽度的话，我们改一下，改成 px， 我这里设成一个300大家可以看，大概的话就是像这个样子。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复制按钮，复制一个它会直接显示在下面。我们再复制一个，下面的话可以设我们的邮箱我们的地址都可以就像我们之前这个下面的话。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改成你的一个邮箱我们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比如说邮箱号你改成你自己的一个我随便这里输一个。下面的话，这里可以改一下，我文字改成一个电子邮箱。最后的话，你这里可以填入你的一个公司的地址，比如说我这里改成一个广东省广州市等等，荔湾区等等都可以。最底部的话，我们改一下文字，改成叫做联系地址这个区域的话，大概的话就长这个样。那右边的话还有点空，我们右边的话需要拖入一个容器进来。这个字有点大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小一点，比如说改成一个 H3， 的时候改成 H4吧，差不多。右边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拖入一个容器在我们这个右边大家拖这里稍微细心一点，位置的话一定要找对对，大概就这里好放它会出现一个容器在我们的右边。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一个表单。如果说访客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有任何问题，他可以提交表单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搜索一个，比如说 Matform 这是一个表单的一个，在这里可以加入我们表单的区域。表单区域现在没有任何内容，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编辑表单。编辑表单之前可以输入一下你的表单的名字。这里我们选择这个空白的，或者说它下面有一些模板，我们直接可以在里面进行调用就可以了。那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二个，这里你可以点击一下演示，你大概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模板的话大概是长什么样。那大概的话长这个样，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就使用它，点击一下它，点击编辑表单，我们可以先来更改一下它的表单里面的一些内容，把我们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删掉就可以了。那这个的话大概是它表单的一个样式。比如说第一个是 first name， 也就是你的姓这个占位符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姓。那第二个的话，也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占位符的话，改成一个名字邮件。占位符我们也改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第4个有什么可以帮到你？那你可以改一下。那下面的内容，比如说你改成一个你想对我们说啊，大概的话这个区域设置好了。这个 set message 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可以改成一个提交。这中间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验证码，验证码你可以点击更改。这个验证码它已经帮我们配置好了，我们不用管它。好，这个按钮的颜色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点击样式，改成我们主页的一个颜色。主页颜色我们是绿色，中间的文字颜色我们可以改成一个黑色啊，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那这里的全部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再点击上面这个更新和关闭。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内容的话，它会自动的加进来。那上面的话，这里有个简单的表格内容，这上面这几个字，那我们也把它去掉一下，还是点击左边这个编辑表单啊，这里编辑表单，我们再来改一下。可以看到上面的话，这里有一排字，我们这里那我们可以点击右键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上面就没有了。同样点击发布，再点击这个更新和关闭，还可以看到顶部的话就没有了。那我们返回过来看一下，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加入的一些内容。这个星号你不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同样点击这个编辑表单，同样点击这个编辑表单进来。那这里有显示标签，我们把它关掉。好，现在的话就看起来比较整洁干净了。再点一下发布，再点一下更新。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收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啊，看起来非常的舒服，那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有访客来到我们的网站，他可以在这里面提交他的信息，那与我们取得联系，或者说他可以从左边的你可以留你的微信、你的邮箱或者你联系地址，都可以与你取得一个联系。那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地图，那怎么加呢？点击这个加号，同样的拖一个新的容器在这里面来，再点击加号，再增加一个子容器进来，拖一个容器进来了。我们选中这个容器，箭头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再点击加号，再拖一个子容器进来。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外距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上的话-70，让它稍微往上面走一点，因为离上面有点远。内距的话，我们改成全部0就可以了。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拖入一个地图，地图我们这里搜索一个地图，那它有 Google 的地图，我们直接可以拖进来。那地图定位到哪个位置，你这里可以填，比如说定位到中国广东省，那这里面你可以给它详细的地址，它会定位到非常详细的地址，你看已经定位进来了。那这个高度，你比如说你设置成400，设置成500都可以。那这个你设的越高，那你显示的区域就越多。然后我们把整个这个容器的话，这一块给选中，那有什么效果？大家可以，那接下来你可以更改一下你的平板电脑端，那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或者再看一下你的手机端，那有没有问题？手机端如果这里太窄的话，你可以选中它，你可以把它宽度设宽一点，宽度比如说我们设成500，但是高级我们来改一下。内距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0，外距的话居左-10，居右的话，比如说-30，-30，居左的话，比如说-30，啊，大概的话，它两边的距离的话都差不多，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啊，下面是地图，啊，下面的话没有问题。那整个设计出来的话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收起来看一看我们最终做好的这个页面。你看，这个就是联系我们的页面，非常的好。啊，左边那个我们的电话，右边的话大家可以提交消息，啊，下面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个地址都会显示出来。最底部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常用链接。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设计。那点击这里啊，收回来，点击这个3个杠，我们可以退出当前的一个编辑，让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把后面这段删掉，只要我们的网站的首页这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顶部的话是我们的导航栏，你看非常的漂亮，有2节菜单。那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轮播图，这里有个关于我们，还有联系我们。这上面的链接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个链接，比如说这里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在我们网站正式上线之前，我们最好检查一下每一个地方的链接有没有加好。比如这里链接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点一下它，左边这链接我们可以搜索一下，比如说关于2个字，下面有关于我们加进来了，点击这个连接选项，我们可以在新的窗口打开。右边这个联系我们也可以来一下，
联系我们有联系我们。同样的点击连接选项，在新窗口打开，右上角这里有个联系我们。好，我们再往下面拉，那所有有链接的地方，我们最好给它加上。比如说这里有个关于我们的，这里也可以加一个链接到关于我们的页面。那点关于我们，同样在新窗口打开，再往下面拉。这里面的话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案例，这个案例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加链接的。比如说这张，那这里你可以点一个链接，这里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自定义 URL。那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到你的作品上面啊，你可以比如说成功案例，那这里有个你可以连接到你的成功案例这个页面。那这个页面的话，你也需要进行一个单独的设计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再往下面拉啊，这里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一个评价、客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页面，最底部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常用的链接，整个页面的设计出来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点击顶部这里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博客的这个选项，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给它加一个。我们回到后台，点击左边这里外观，这里有个菜单，菜单的话点击查看所有选项，这里有个博客，我们可以把这个菜单增加过来。博客的位置比如说我拖到第2个也可以。点击一下保存更改，因为作为一个网站，博客还是很重要。因为博客网站里面的文章一旦被谷歌、百度收录，那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流量。那加进来还记得点一下保存菜单。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插件，这已安装的插件，这里有个缓存插件，我们先点一下启用。启用以后，我们再来我们首页刷新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博客的页面的话，就会显示到这个地方来。右边因为这个品牌设计就在我们服务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品牌设计从我们这个导航里面删除。那同样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设计外观，这里有个菜单，这边的话不需要的，比如说刚才品牌设计这个，点击这个把它移除就可以了，保存更改。那我们再来首页刷新一下看一下，这个品牌设计依然在，那是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缓存插件。那在左怪点击这里有个插件，然后点击已安装的插件，把我们这个缓存插件禁用一下，再来我们首页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点击这个博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做的好博客的页面。这就是我们刚开博客页面。我点开看一下，这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文章页面。这个里面的内容你们最好改一下，因为刚才后面几个文章的话我们还没写，那你们可以去写一下。方法都是一样的。这里有个联系我们的页面，跳转到联系我们页面，这里有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可以跳转到关于我们的页面。这里非常非常的 nice， 整个页面的话看下来非常的专业好看。我是有风希望今天的分享的话能对你有所启发，有所帮助。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还有本期视频的一个脚本我会放在我有风这个网站有风AI.com 这个网站里面来，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